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吃饭没有能手啊？能吃的我所吃的饭没有能手，有没有？有啦。可是我们啊，心里面有没有？心里面没有能手啦。可是现象之中有。现象之中啊。我能吃，我所吃有能手，可是咱咧吃，咱也无去管理讲能吃的我所吃的饭，对不对？所以那个能手已经双明，都已经泯灭了啦，是不是？咱日常生活的有啊，对不对？那我们看很多都是这样咱会用扫涂骹呗？有没有能手？那我们在扫的时候啊，有没有那个我也用扫涂骹我现在正在扫，有没有？所以啊，我们要了解说，不是很困难的，这一些要能手双明啊，原来是很简单，都在呢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啊就可以呈现，差别呢就在心里呀。所以我们研究心理心法重要就是这样，我们要了解到它的那个变化情形，有能手跟没有能手差别很大，没有能手啊是一体，有能手呢是对待，那对待有生灭，这样了解吗？哎呀，我看这本人哪恶讲。再讲第三个如来佛有10个名号如来呢为第一号那个如来我们要了解如来。那么佛呢道同啊，所有的佛道呢都是相同。佛啊如仙佛之在来比较后面成佛的，好像呢仙佛已经比较早成佛的再来，故曰呢如来。那么本经啊如实的教义啊，如为道之体啊，是本来心，来是为感应，和众生呢结缘。那么如来啊是为正果之人，正果了以后啊就称为如来，所以那个大佛顶如来然后呢密因正果之秘密原因表示啊非鲜明之事项，不是讲呢看啊就足清楚的就是秘密的。即是呢修成佛国首依之因。那么依此密因才能正果，按照这个因才可以正果。而此密因就在众生的身上所具的根性众生呢日用而不知。那么既然不知就无法运用非失自失，本来没有失掉了，它好像已经失掉了迷而不觉迷灭不觉得。十方如来依此密因而修而证佛果所以这个密因秘密的原因，也就是我们万缘放下一念不生所呈现的那个知觉性各位有没有抓到啊？或许在问很不敢肯定的回答呢，拢安尼我安尼唔知对唔对应该细声咧要肯定嘛彻底无疑才可以都没有怀疑。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密因，然后呢接着底下修正了义依密因
手起之修正，了义啊，就是已经就近了，到达目标了，是决定义啊，直达佛地，已经到达佛地。那么知菩萨万行，知呢就是许多之意，有非常多。菩萨呢是菩提萨埵，那个眼泪啊，菩提啊就是觉，萨埵就是有情，有情事的众生啊，我们都是有情事，有认识，然后有情。有情事的众生啊，已经领悟啊，称为菩萨。那么正果位之前的名号，那么大致的内涵啊，是已经领悟啊我空、法空，智啊跟悲呢双运，运智啊以自利，运悲啊以度化众生。那么凡尘之众生啊，皆具如来智慧佛性，不知而落入凡尘啊，造业受苦。菩萨万行啊，即是度化众生，归入佛道啊，注重于实践。所以那个万行啊，就是要实际啊去做。那么大定啊之总名首楞严呢就是大定之总名，它含着奢摩他、三摩地啊、禅那，妙摩他、妙三摩地、妙禅那，就是首楞严。那么三种别名而成啊大定的前提，不同于我们功夫缘起之定。我们凡人在打坐那个功夫引起来的定啊，很快破坏。那这个佛性本体的定啊，它呢不容易破坏，而本性呢，自性啊本具啊之定，首楞严翻译成中文呢，叫做一切事啊究竟坚固。那么最底下一个字坚。为能全之文，全就是解说啦，能够解说的文章。那么所解说之法，解说出来的法，上气知佛所说之理，下气众生呢可度之机，它具备了观、摄、常、法4个义理。这个观呢，就是贯穿所应该知道的真理，令不散失。摄就是摄受，摄受所应度之机，摄受这个众生，令得解脱。那么常就是万古不能易其说，就是再怎么久都不能改变他的说法。那么法就是十方呢所应遵其轨，要按照它的轨道，这个就是经的名称那个解说，这样了解吗？光经的含义就很澎湃、很丰富对不对？那我们翻过来，那么此经常以龙宫。龙天上的龙在住的地方因龙正菩萨到龙宫去说法看到呢龙场之中有此一经披月之下叹为稀有特默诵而出所以以往那个修道的很厉害，看过都来暗念出来都记下来。以利圆菩提就是我们南赡部洲的众生，然后呢入成国家，亦视为稀有之法宝。那么藏之国库尽传之国，袂使摕出去外国，拢放在印度。那么此经呢未到来，
圣明啊，先来，因有幻身呐，那个幻啊，就是天竺，是印度啊，见智者大师啊，就是天台宗，创建者，在隋开皇年代，西元呢，592年左右，跟世祖啊同年代，法融禅师啊，也在那个年代。那法融禅师有一个记啊，非常好记啊，恰恰用心时啊，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啊，当用恰恰无，还记得吗？忘了啦，早就忘了。那个是法融讲的，那个恰恰用心时，刚好我们要用心的时候啊，恰恰无心用，无心呐，就是没有生心呐，没有生灭心就是真心呐，所以讲无心恰恰用，无心的时候啊，那时候来用，最恰当。当用恰恰无啊，用的时候都无心，了解意思吗？我今仔讲的后礼拜过来甲恁问恁拢搁害我啦，搁袂记得了，所以要了解说我们呢，有时候把它记下来，就一记下来就跌了呀，掉了呀，就永远都不会忘了。那么提倡止观法门，我们有说过啊，止就是停止妄念杂念，观呢就是关照我们佛性关照佛性本体，所以这个止观法门，我们现在也很多社会人士啊，很多都在修这个止观法门。那么与彼国楞严经啊，义旨啊相无，由是呢智者大师啊，向西拜求18年，经啊未得见。那么天竺沙门，波茨密底呀，自意此方，他立志啊，要利益我们娑婆世界，那个中国，师次呢，这个逆经东来，就是把那个经藏起来，要带到我们中国来，被所编的官时啊查获。不许出国，波茨密地呢，弘法之愿欲坚，这个精进欲力，乃用那个极细的那个白毡，书写此经呢，颇薄浅长，加藏在马内底，待仓口平复啊，再请出国。那么观此啊，搜查不着，乃得航海而来。那么以唐神龙元年武则天的年代，六祖慧能祖师的晚年，离智者大师已经100年。神龙元年西元700年，六祖呢714年归空。那么这个时候那个经首楞严到达广州，是宰相黄龙，黄显岭的后代，敌在广州，知南权势请于智子寺呢，剖腹吃经，结果呢，这个白毡呢结成一团，苦思不知呢解决方法。那么此时黄龙的女儿告知父亲，用女人为婴儿之奶水浸泡就可以解开。所以你看那个小孩子那个头脑很灵光，已经被血液凝结成一块。他说用那个喂婴儿的奶水把它浸泡，就可以解开。那波茨密地翻译这个这个中文以后自回本国，以解鞭死之难。因为鞭死被国王这个说你怎么
手鞭死手到让人家把经带出国去，因国王罪责手边的官司，所以他释悔，愿以自身呢承担其罪，所以那个都是非常有担当的，不逃避，波斯密地其冒进传华，不惜生命，正所谓的重华然后轻身，非常重视佛法，看清自己的身体，为华忘躯啊。那么我国的众生金山法师的利益，波斯密地虽功成身退，我们不可呢忘其精神而泯其名。研读此经的同时，致上最虔诚的敬意，让我们能深入法性那个藏海。而佛教呢，将它归入密教部。这个佛教有2大教法，一个是显教，一个呢就是密教。那么显教是明显而教，讲清楚呢，说明白。密教呢是秘密而教，不能问原因呐，所以没有为什么，那个问题呀，你在问为什么，就把你踢开了，不能再修密教。那么此种教法，不适合呢在文明的地区呀，适合在淳朴单纯的那个地方，好像我们中国那个西藏。那么此《楞严经》在100册的大藏经中排在第19，密教部第2，105页，使显教的弟子接近的机会减少，增加它的神秘色彩。那么当机的阿难在此经呢，特地示现下等众生的知见，引导认为自己很笨的人，所以在看经的时候将自己看成是阿难，一定可以进入真理的领域。这个呢是浅的一些呢让我们了解的。那么底下呢就开始这个经文的本文，从2个细分。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四楼华城。取言经色，如是我闻的由来，是释迦牟尼佛在进入涅槃之前，阿难呢，四侧嚎哭这个时候阿耨利劝阿难呢止住悲伤，趁师父呢未言及有4件事你可以请佛请老师指点出来，给我们这个遵循。第一件事师父死后应以谁为师？第2件事呢，应以何为助？第3件事应以何为法？第4件事呢，以或集结经典，起头呢应该用什么样的文字？那释迦牟尼佛这个回答，第1问，应以婆罗提木易为师。翻译成中文呢，叫做觉力，以觉力为师。第2问应以四念为助，也就是呢修持的方法，下手修的四念和成就的那个四念不同内容。下手修呢重在破除我相，而我相呢深根蒂固，破除很不容易，所以凡俗就以此四念为传播的重点。那么四念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尤其第1个观身不净功夫做深入的时候我相就容易破除。以36物做观。我们身上我们的身体有36物，外相有12，身气12，内涵有12，外相的12，华毛爪齿，
哦，头发、体毛，哦，爪就是真感，哦，齿喙齿，哦，那个齿类，哦，圆透，齿啊就是目屎膏啦，哦，一个木在一个多，哦，那个叫齿，哦，目屎膏，哦，类就是目屎，圆吼，就是喙烂流出来啊，吐就是还佫伫个喙内，屎尿过汗，哦，屎尿，哦，甲咱迄个身躯的汗，哦，这个叫外向12，然后生气啊12，皮肤血肉，筋脉骨髓，反高脑膜，哦，这拢咱身躯的物件，当啊，拢吼，咱袂去爱。那么内涵有12，肝胆肠胃啊，脾肾心肺，哦，生脏熟脏赤痰白痰，哦，这个呢，全部都是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个东西啊。所以印度啊是以这36物啊，来观，观身不净啊。咱直直观敢若看这都一项是清气，咱爱多一项。各位同学，我们喜欢哪一个？肝胆肠胃、脾肾心肺，还是滑毛爪齿？没有一个喜欢的，对不对？所以观身不净啦，迄拢不干不净。那么由这36物啊集合成一个身体，非常的不净。那么常观呢就不会迷恋这个身体。破除我相之后啊，就要以上圣的4念来修持。第一念，观身性相呢犹如虚空；第二念呢，观受不在内外啊，不住中间；第3念呢，观心但有名词，名词性理；第4念呢，观法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所以全部啊，都进入最上圣的领域。那么此大圣4念呢，这个4念住啊，是成就的法门，那么接着那个上面呢，有4件事啊，那个第3件事啊，是问有变心的弟子要如何处理？那么佛答以莫病啊，表示去佛门之外，没有成佛的机会。那么对于第4问经典的起头要用什么文字？释迦牟尼佛回答用如是我闻。所以经典的开头是这4个字啊，表示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因为印度的外道很兴盛，经典也很多，那么起头用阿优这2个字。留到我们呢，台湾很少这个经典。假如说有看到呢，起头的2个字啊，阿优，那表示印度的外道。那印度的外道啊，他们比那个释迦牟尼佛啊，那个还要兴盛啊，那个信徒还要多。那流传一直到中国数量就不多，很少。那么如是我闻啊，是启发我们信心。字面上的意思啊，是如是这个法是我阿难啊，亲从佛闻，由佛传授，而我领受，启发信心，而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植善根。知佛因地皆由信生结，依结起行，因行得正，无上道。故信非常的重要。信根已经具备了，一切功德由是而生，故称功德母。一切的善法亦由信而得增长。那么我闻，我是阿难随顺世间称名我。那么闻是从耳根发耳识闻佛声教，由耳达心故能记忆。
那么佛与一切众生都认呢，若耳能闻，故不曰耳闻，而教称我闻，有深意在，有深深的含义，由根中不生不灭的闻性从根闻法，肉耳无闻法的功能，故不曰耳闻，而称我闻。而所有佛经之起头，全观上如是我闻，而且这4个字是佛所指定。涅槃以后集结的时候，遵从那个指示，以这个起信，启发我们的信心。文字表面的意思是如此，而此4个字呢，竟然含着性理和修持的方法，要深入了解分析才会知道。如这个字的学问最大，含义最多，用上心就能够体会，可以从众生的领域到达佛世界的所有一切呢，都在这个如这一个字的里面。老子所讲的道，夫子所说的宗，都有相通的内容，是形容道之本体，及它呢所发挥之功能作用。本体如如不动，遍满虚空，充塞法界湛然弥然，妙真如性。此本体最不容易知道，而所知道的是它呈现的功能作用。那么认识的意识这些感而遂通的现象，没有深入研究会以为它是本体，而走错呢修持的方向。所以功能作用绝对不要把它认为是本体，功能作用就是功能作用。那么所谓的它是毫厘谬之千里，修了非常久的时间，全没有功效呈现，心境上呢一点提升也没有，全注重呢在现象上面，相喜一喜，相忧一忧，形象让我们喜欢我们就很喜欢，让我们讨厌就讨厌，讨不到一个自在。那么现象是佛性的功能作用，非本体，这个一定呢要牢牢记住它生灭不停，变化无常。那么以此向上呢努力修道，是了了自己的业障，度化众生呢，是和众生结个善缘，成不了佛，成不了道德。所以认识道之本体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明心见性，一定要在心性上呢做功夫。十方之佛皆在心性上修成，没有一位呢是从事跟从相上修成的。上天大来普度，时间呢已经超过80年，求道得道修道，达道者已不计其数，唯时间呢不等人，此良机良辰需要把握，得此殊胜之道发扬光大。这个如，那么底下事，一切事究竟坚固无非之意。我就是真我，非色身之我。真我常住不迁，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济不散，不垢不净。色身之我，众缘际会短暂的呈现，很快呢就消失不见。闻还没有领悟的时候利用闻性还闻自性，
回光返照，将外放的精神收回来。所谓的回头是岸，一回头了就到清净的彼岸，精神一回头就爬上性分，清净彼岸。那么一时通前后继，前之我是将空间打破，此之时是将时间打破，没有空间和没有时间的束缚，自由自在，就是佛性本体，真理状态。那么时事古今不离当下，时事就是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三世。那么三世亦各有三世加起来共9世，再加现前一念，共有10世。因真如本寂如如不动，而现在变迁不住。谈现在已经过了1秒，已不住习入的过去及后入的未来，习入的未来及进入的现在，习入的现在及进入的过去，后入的过去及进入的现在，后入的现在及进入的未来，后入的未来及习入的过去。如是过去复有过去，未来犹有未来，三世无穷，皆因现在之有所有，牵留不住而成三世。我们落入有，就是能，所有，能所，就是所谓的三心：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有三心就具备四相：火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有三心四相就被三世摄受，而进入六道轮回，轮转不停。一出离要研究正，要明心见性。一时在字面上的意思是讲此经的时间。那么事实佛63岁，这个比讲《金刚经》约早5年，这个是大略如此。各位浅显，可以听得懂吗？可以对啦，不深啦不很深，只要用一点心会了解。那我们也剩下还不到半个小时，那么按照约定就给各位提问，越能够提问进步得越快，所以不要这个不好意思，你的问题也可能就是别人的问题，所以尽量都把它提出来。有没有人要问啊？好，请说。灯梦冥想师解答后学感知题，这句禅记解麻烦冥想师解答。上天地下唯我独尊。这个是在这个在讲我们那个道那个道的本体那个唯我，那个我就是道了，唯道独尊上天下地唯道独尊，不是人不是说哪一个人这个独尊，而是讲道，那个我就是道。另外，见山是山，到见山不是山，又到见山是山，这句禅体也麻烦你讲一解答。我们开始的见山是山，见水是水，那个是住相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大家身边有钱的，都到国外去旅游，对不对？这个时候见山是山见水是水，
那个都是住相的那个时候。那么第二个阶段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那个已经在修知道所有的万象万事都是演寂得生，演善就灭，所以山不固定是山，水也不固定是水那个沧海桑田变化无常所以那个已经是第二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又是到修的一个功夫很好的阶段，功夫很好的阶段那个时候这个万象皆都是性，万事都是理，所以那个时候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可是那个跟第一个阶段完全都差别很大，它完全都已经进入那个一真法界。一真法界知道吗？真如知道吗？佛性本体知道吗？总有一个知道的啦。它是相通的，只是那个名称不同，那个所阐释的那个内容角度不一样，它都是我们佛性本体，所以一到第三个阶段全部整个山河大地都是佛性本体，是不是已经看到什么是什么，可是都不住相了，像吃饭没有能手的，这样了解吗？还有吗？没有了。还有哪位要问？好，请说。刘老师好。好。魏老师好。或许就是说我们上个礼拜有那个大陆的一些学者然后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是修佛教，然后我跟他分享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在佛经里面他应该讲过，在我们那个弥勒佛就是在光明，是不是是光明仙人然后释迦牟尼佛他有说就是说当初我们释迦牟尼佛他是非常的慈心，然后他都一生就是不杀生，然后有一天就是说在森林里面他快饿死，然后就是说兔还有5只兔子，500只兔子，然后就是看到他就是快死了，就佛法可能就是说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就没有，然后就是说他跟他的兔宝讲说，他愿意把他的身体奉献就是说给这个光明仙人，但是讲完之后，兔宝全部都跳到那个锅子里面蒸煮。那后来这段故事，释迦牟尼佛他讲说，那个兔就是他的前世。那释迦牟尼佛就是说他先宝宝就是他的儿子他是弥勒祖师现在弥勒祖师就是那时候的光仙人。他后学跟他讲说吃素后学跟他讲说他讲吃素，但是有可能说以后这个肚子或者是什么有可能是师尊所变的，然后讲的觉得很有道理，所以这是一个故事就以后就是在佛教里面他讲就是说他对我们一贯道吃素就是里面非常的认同。然后后学的意思就是说，那如果说以这个弥勒祖师跟这个释迦牟尼佛从佛来讲的话，就是说刚刚那个楞严经里面所讲的前佛跟后佛应该是没有分嘛，没有说以这样来讲的话，他当初弥勒祖师他已经成光明仙人了那时候以释迦牟尼佛讲他是兔那这是佛经里面所讲的，希望不晓得这样子后学的表达，但是是不是正确？应该就是说弥勒菩萨就是50亿，在佛经里面50亿年后才会再来，那大概就一个地球的生命的时间了。然后学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在佛里面应该没有所谓的浅跟厚，就是说我们这个小孩子他在某意思，他比如说形生的形细嘛，后生导细，那可能他就是说比我们更好。比来讲的话，因为我们研究佛理来讲的话，不能轻视这个小孩子或者是后学，应该是这样的。那后学总归一个重点就是说，针对有关弥勒祖师跟释迦牟尼佛在佛经讲的这一段，那针对有些佛教徒所讲的，包括说佛出日，那个释迦牟尼佛成到东方天空，第4天，然后去讲经说法给他的母亲，然后又回到人间。我们这个谢谢你那一首歌里面就有提到深信我们人生可以留下累结历史的记忆，那个就已经有逐入这个时间一直是绵延不绝，没有那个停止的时候了。也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了，全部也都没有。那所有的现象都是我们在完成才有呈现这个现象。那我们要了解说，每一个人他所看到的现象也都不会一样。那每一个修持者他所经历的也都不会一样。那写下来的只是有一些让我们去这个有一些是遵循，有一些是警惕，那有一些呢是要我们思守思守它内在的含义的。所以都不用非常的去这个计较它是怎么样是真，怎么样是假，怎么样是对，怎么样是错，那个都不必要，都是多余的，给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了解说，我们这一生这一世显现在凡尘，老师要我们要学会圆满生里面的缘起缘灭有没有？所以那一首歌真的是非常好原来造化之中我们都是一体，然后也把那个点出来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面没有能守全部都一真一切真一如一切如真如一真法界所以我们了解说，所有凡尘的争执善者不变变者就不善。我们大德经最后是这样讲嘛，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有没有？所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都把那一些比较重要都点出来，让我们呢就能够从这一些去学到一些我们处事的原则应该怎么样来完成处理完成事。还有吗？好，请说。有讲师好。好。那个我们讲说一会有10800，那一个圆会是125600。那可是我们以前读历史的时候，就想说山顶洞累积现在大概有60万年。那现在科学家讲地球的寿命已经有几亿年，那就是在整个我们论理的角度来讲，怎么讲才能够合理这个论理？如果是一般时间来讲，那如果一个圆会的话，从生天生地，地球就没有了。那什么地球之间会有这么长的时间？那山顶洞会有这么长的时间？那这样在理来讲，这个理要怎么来讲才能够这样圆？好，请坐。因为我们了解说这个宇宙之宽广不是我们的头脑可以想象星球的形成、星球的毁灭
也不是我们手把它归为那么的固定化，它也都是变化无常。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是以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角度啊来阐释，说一个圆会啊，有129600年，这个是一个概率啦，它不是固定，法无定法，不是一定的。那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太阳系，我们在地球，我们说这个是娑婆世界，那也是一个现在呈现的现象。那往后啊，我们要了解到，它有整个混沌的时候，所以才会山海苍田，那个会变化了，整个你看啊，那个九寨沟啊，以前不是说是在海底吗？什么现在在高山，对不对？那个都是变化，我们了解所有的凡尘一切都是变化无定，不一定。那我们是概略说熟悉的角度来讲，129600年，那大致上有一半没有生物，有一半有生物，就是6万年没有生物，6万年有生物，那个是概略。那我们了解说，我们佛性它不会生也不会灭，那所有的变化等于都在我们的那个知觉性里面，可是我们没有能守，没有我能知，没有我所知啊，就无所不知了。然后无所不知以后，我们会用什么样的那形式来呈现完成，再呈现出现象，那又不可思议。所以我们才一直在讲，我们不找有，我们也不找空，不找亦有亦空，也不找非有非空，请问怎么回答？就是不可思议的，不能用我们人的头脑来思，用嘴巴来论理，所以这一些都超越我们要去研究的范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各位同学是什么？就是生死，对不对？咱今嘛上重要的都生死咱对生死有没有把握？有法度讲，我死去以后，身躯的天地有情，我下伊我的那个真如，我的佛性，我的本体都已经可以主宰，可以听自己的指挥，有没有到这个程度啊？还没有还要不要努力啊？就是一个努力的方向，完成都是假的，不要投入计较，不要投入时间去追求名利，我们要投入时间把佛性本体这个培养得很活泼玲珑，很自由自在，这个才是正确等到我们一口气不来，身体就还给天地随有风土，然后我们就不是自由自在的吗？要现象也可以你再发个愿再来呈现，再来救度众生，那个可以自己主宰，不是被业力推。那我们现在都是被业推所以生活之中，我们的心都是给等加多了，像不像？很狭隘，现在就是要很宽广，心地很宽广，然后跟整个大摩诃宇宙虚空融成一体，就是要这样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回归到本位，就是本际。等到10亿年以后我们再来出生，这样了解意思吗？有修了，有修你就可以主宰，对不对？我10亿年再过来，我们现在可以吗？造了业被业推，对不对？一推来了，不来不行一现象以后那个那样计较对不？
计不计较？不如意啊，埋不埋怨？所以我们都被现象主宰，没有办法去主宰现象啊，所以我们就要改变。我们能够呢主宰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可以自己宰，自由自在，这个才是重要努力的重点。那所有现象、所有事情，那个都是过眼云烟呐，转眼就过了，不要去计较，不要在意，我们披麻欢喜的。所以观恶缘是功德，会不会啊？那你红吗？会欢喜也未？欢喜未起来爱学，女骂讲我一寡罪业拢互你骂了了啊，安尼我拢清啊。可是我们都马上对立对吧？马上干没得等你，谁怕谁啊？拢唔输人啦。这样像书，都我们吃掉了啦，我们失掉整个人生，真紧一世人目一个年就过去啊。所以或者在想那个时候啊，不是休息50天嘛，有没有？假如说一口气不来，4倍你来安那？去啊，对不？所以或者才讲。我们的年轻准备讲1年，1年以后还在的话，我们就讲维摩诘经，这样就还有你看4年的六坛经1年，道德经1年，楞严经1年，然后维摩诘经再1年，我都会当4年啊，对不？对不对？相信这么久的时间了，明心见性了没？无信心嘛。我都有信心要甲大家教会啊，大家无信心通学啊。很容易的，会晓吃饭没？会晓吃饭就会晓明心见性。绝对可以的。没有问题，只要给自己呀，有信心，就绝对可以完成。还有吗？还有9分钟，好，请说。刘老师好，各位先生好，刘讲师好。我想请问一下，怎么样才能知道说这个人正入本性？怎么样？你讲较详细。怎么样才能知道说？因为我们都要让人放下，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证悟呢？证悟说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好，请说。这个要怎么样知道说自己做是对的？那个就呢，要从真理的角度来回光返照自己的那个思想。我们假如说万念放下。里面还有很多念头，这样有没有放下？这样没有放下这个时候他就还没有到达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你这个时候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什么也都没有了。什么没有剩下就是觉，就是有一个觉啦。那个觉在，那个就不生不灭了。那是咱的佛性本体。我们要把那一个觉要加强，要呢让它茁壮，让它长大，让它呢跟这个虚空融成一体，是不是要时间？开始就是要用一点智慧，我们有一点点念头，有一点点想法，有一点点住相。那都不是佛性本体，所以重点要在万念放下，一定要放下，再放下。就拢无我什么拢无拢无才对啦。若讲有，我有感觉安那，迄拢也袂啦，
未到，也未到万年放下的那个程度。各位浅浅这样了解吗？不能有我有感觉我听到什么拢袂使那个都要放下，那个都叫缘呐。咱若有感觉，嘛叫做缘；咱若有看到啥，嘛叫做缘。迄个缘啊，万缘拢爱放下，全部都放下，一直放到放不下的那个觉性，现在的佛性不提，已经无心嘛啦，迄恰恰用心时啊，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恰无，好记无？下礼拜念看卖。还有5周，好，请收。或许还要再问一题，我们刚刚刘讲师有说程度根嘛，对不对？然后呢，或许是想说，或许有万缘放下的时候啊，就是说有些，你看你那个万缘放下，各无形的众生来给你干扰，你那个叫万缘放下。我只是想说，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有一些我应该要去回想它？那你就不要做万缘放下了啦，你不要沾了一个万缘放下的名，然后去跟那一些无形的在打交道。如果说是我没有针对我心里面的，万缘放下就是万缘放下，没有借口。你有借口那个都给自己呀走那个后退的道路，愈行愈倒退啦，袂使有借口。做万缘放下就是万缘放下，不能这个无形的来干扰了，然后就跟无形的在打交道。讲你给我做啦，你给我做万缘放下，较慢我功夫也好，我才道理会当成分啦。还有吗？还有3分钟，把握机会，把握时间。好，请收，坐着就好了，坐着就好。我们要讲师我们讲有法身、道身和应身嘛。那如果说以我们现在一般人在讲的话，是用什么来形容比较好？好，请坐。这我们这个有法身，然后有应身，有报身。那我们要了解佛性本体，那个叫法身，以法为身，非常宽广。整个虚空啊，都是我们的法身，所以那个法身啊，充塞整个宇宙虚空。然后呢，化身呢，我们就是了解说变化而来的身。然后我们要了解说，那个变化而来，我们体会啦。有时候心地很好，很想帮助人家；有时候心情不好，那个会危害到人家，没有变化。那个变化出来的那个身啊，我们可以去体会。所以有时候很喜欢帮助人，可有时候都没有动力啊，想帮助人都没有力道了，是不是？变化的身。那个化身啊，变化的身，所以有时候你看牵那个老弱妇孺啊过马路，会很高兴，那个也都是变化的身，化身，那个报身啊，果报身，我们现在的身体啊就是啦，咱现在辛苦的是果报身，进行所请的业，起码拢整个呈现，它呈现出来以后。我们要去接受很多的事情，对不对？要去接受啊，
你接受是不是果报？接受那个果报。所以我也都讲，我们这个现在的时候接受果报身，要培养欢喜心，干接受，这样才不会延续过来果报身过伫后边的等来。这样法身呢，跟报身，安尼知影意思无？讲语言，无一个要甲我赢。现在已经回去成就口味的那一些叫什么神？已经回去的。我们要了解到假如说已经是修正，已经证悟自己佛性本体，那个回归本位才真正的是我们追求的啦。那现在各位贤贤，我们在道场很努力度化众生，可是他在世的时候并没有研究性理心法，没有明心见性。那现在已经归天了，那现在这个要怎么样来这个称呼他？这个也就是在变化身的中间因为上天还要顾及到我们在凡尘的跟他生活在一起的人，这些人需要他有动力在努力去修道，所以要给这个还没有到究竟，可是已经归空那个化身一个名分，一个果位让你在凡尘他的相处的人有一个动力可以努力的再去做。叫有力假如说你很努力的前贤已经归空了，可是出来的时候两个字亡灵，你会怎么样？会欢喜修回来，卖个板卖个修对不对？整个那个动力都消失了。所以上天会循循善诱给他已经很努力，可是都在事跟相，在事跟相修不成回归本位那不回归本位，那个中间的过程要怎么办？就是一个化身变化来度化他周遭认识的这一些人，给他们有那个修持的动力，有那个佛力继续修，了解吗？就是这样下课。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贤贤，大家好。谢谢三道天师的老先贤大德，感谢各位贤贤给或学几位学讲。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法龙禅师的句，说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无。或许把这个内容稍微跟各位这个解释一下。那个恰恰是刚好刚好知道吗？刚好恰恰用心时，我们要用心的时候我们每天有没有用心用什么心灯昧心、四心所以我们有时候没有去探讨那个内容。那么这个法龙禅师他讲说刚好用心的时候刚好无心用，无心刚好用了，当用的时候刚好没有。所以这个他讲的意思就是我们把根尘相对的那个认识的心，那个四心就是全部都去掉，全部都放下。所以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等于我们没有研究心理心法的时候不知道说有真心跟有妄心都以为说心只有一个
就是日用之间日常在用的那一个心，而我们日常用的那个心啊，它因为是变化，就是我们的六根跟六尘相对，产生六识。六根知道吗？看得真清。我们讲一根就好了，讲眼睛，然后也讲一层，叫色尘。我们的眼睛啊对着色尘，色尘就是形象，完成的所有形象都要色。那我们眼睛啊对着色，然后会产生心念，对不对？我们都有心意识啊会产生，然后呢这个心意识产生以后啊会不会变化？因为外面的形象会变化，所以我们那个心啊就跟着变化，所以这个心啊叫做生灭的心。有了生变化了叫灭，生灭生灭。我们用生灭的心来修道，修不成道了。要用不生不灭的心啊，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因果一致才会成。所以法融禅师呢就跟我们讲说，恰恰刚好要用心的时候啊，刚好无心用，就是表示把那个根尘相对的那个心意识，那个四心啊，全部都去掉了，就是没有心了啦。所以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那个心意识全部没有，生灭的心完全都没有。没有的时候啊，我们所用的就是佛性出来的真心呐。那佛性出来的真心呐，是不是不会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就可以解脱了。所以那个法融禅师讲这个句啊，就是恰恰用心时啊，恰恰无心用。那无心恰恰用，当用啊恰恰无。这个无心的时候啊，就是真心。真心呢，我们拿来用就是刚好，刚刚好。所以当我们用的时候，刚好没有那一些生灭的变化的。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假如说不用根尘相对的心，因为根尘相对啊，我们有喜欢讨厌。那既然有喜欢讨厌啊，就有取舍。那有取舍啊，就造业，造了业啊，就要受苦，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认识的心是心啊，我们事来则应啊，事去则进。事情到来的时候啊，该怎么做我们就做，不要考虑到自己的那个自私自利。那这样的话都不会造业啊。这个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就要做。这样会不会啊？我们一起念念看。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恰无。这个是法融禅师的句。那宿主啊去找这个法融，然后呢有一个故事啊，就是两个晚上睡那个长板凳。那睡长板凳的时候啊，那个宿主一直在打鼾，就是呼声很大。然后那个法融隔天清晨就讲说，大师，你那个鼾声吵得我都没办法睡觉。那个宿主就跟法融讲说，你还说呢，你身上那两个跳蚤在打架，打得很凶啊。一只那个跳蚤的脚被另外一只打断，打断的时候哀哀叫。那个法融说，跳蚤在打架是真的吗？然后他就在长板凳的底下去找啊，还真的被他找到。有一只断了脚的跳蚤。伊讲事主那才厉害，跳蚤咧打架竟然伊也有听。竟然伊咧困啊咕咕叫，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现象宿主虽然打鼾可是啊要了解说他那个
内心世界是很清净，连那个最微细跳蚤啊，在打架哀叫，他都很清楚了，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了解说，那个内心的修持啊，靠我们自己努力啊。那我们可不可能练到跟世祖一样，听到跳蚤在打架？可能那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啊，做个40-50年看看，都会听到了。那呢这个世祖跟法龙啊讲道，他跟他讲说，这个百千法门啊，同归方寸。就先把它念一次再来每一句啊讲解。河沙妙德啊，总在心莲。一切戒门、定门、慧门、神通变化，悉住具足，不离汝心。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啊，皆如梦幻。所以无三界可出啊，无菩提可求。人与非人啊，性相平等。大道呢虚旷，那个节思节虑，如是法，汝今已得，更无缺少，与佛何殊？更无别法，汝但呢任心啊自在，莫作观行，亦莫成心，莫起贪嗔，莫怀愁虑，荡荡无碍啊，那个任意啊纵横。不做之善，不做之恶，行之作恶，触目一言啊，皆是佛的妙用，快乐无忧，故名为佛。这个是世祖跟法龙讲的道。那我们从头开始一句一句啊解说他的意思。他说百千法门，完整的所有万法，所有的一切啊，然后呢同归啊方寸。各位记得方寸是什么？不是在讲刘方寸呐，是我们的方寸宝地就是我们知道说玄关就是百千法门啊，归于玄关，就是归到我们的佛性都全部归到佛性。百千的法门啊，同归方寸。河沙妙德，因为我们的行为啊，一个行为就称为一个德，非常多。所以以河的沙来说，河沙妙德，总在心眼，从我们的心发挥去做，全部呢都是德，全部都符合真理都是德。所以河沙妙德总在心眼。那一切的戒门、定门、慧门、戒定慧，以及神通变化，悉住具足，就是全部自己都具备了，充足了，都没有缺欠，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本身就具备了神通变化，就具备了戒定慧，全部都有，不用刻意再来做，已经都有。然后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烦恼业障本来都没有啦，没有，在佛性之中都没有，那些一切的因果皆如梦幻，好像我们睡梦之中呢，那个呈现的，在睡觉之中非常的切实啦，拢实实在在。所以有没有做过梦？有。假如说梦见人家在骂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回骂？人家打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回手？会不会？我们都会在梦境都把它当成真的，所以一切因果皆如梦幻，就是所有完成的因果都跟我们做梦一样，等到醒过来都知道它是假的啦。那我们这个众生我们这个生活在凡尘什么时候会清醒过来？一口气不来
我们晚上做的梦比较短，这个白天的梦哦很长，要等到一口气不来啊，才知道说啊，人生如梦。人生啊，像不像梦？很像哦。一口气不来啊，规个拢假啊，拢去互骗去啊。整个都是假的，所以人生如梦。所以啊，一切因果皆如梦幻，都是梦幻，无三界可出了。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修道啊，要不要出三界？要努力出三界就不会在五行之中。可是呢，我们佛性本体啊，它没有没有三界可以出，也没有菩提可以求。我们要不要求菩提啊？菩提就是觉啦，我们要不要觉啊？就是要觉。不觉就是无明啦。所以我们一定要觉。我们保持啊，日常生活之中都是觉，这样呢就可以成就。那假如说我们让他不觉，无明就来了，无明来了就造业，造业了就受苦，这样一直恶性循环，完没了。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觉很重要。可是呢，到达佛性本体了以后啊，无菩提可求，已经是了。是了还要再求吗？就不用了。所以无菩提可求。然后人与非人啊，性相平等。那个非人啊，就是那天龙八部啊。龙它就是非人啊。那我们人跟非人啊，性跟相，佛性的跟形象啊，都平等，没有高低啦，都是平等。人与非人，性相平等。然后大道呢，虚旷。大道啊，它呢充满整个虚空，非常广阔，大道虚旷，非常的宽广。所以我们要了解大道啊，非常宽广。然后呢，觉思想，决掉思想，决力，没有的考虑，决思决力。然后呢，这个树子跟法龙讲，如是之法，如今已得了，你现在已经得到了，更无缺少，与佛何殊？跟佛没有两样，跟佛都一样。更无别法，已经没有了。这个就是最究竟的，已经没有了。所以更无别法。汝但呢，任心自在。给我们的那个真心啊，都自在。然后莫作观行，不要呢，都是观照。我们修持呢，要努力来关照。那是还没有成就，成就了以后啊，已经到达佛性本体了。就莫作观行，然后呢，亦莫诚心。那个三点水在一个登山的登啊，念作诚还是念作邓？邓啊，诚啊。就说也不要诚心啦，就是心不要起呀。他本来就很清净。或许上个礼拜呢，有讲那个密宗诺底的那个诺经东来那个手边力，或许念手边时啦，念错，可能各位也都没有注意啊。可是我们这边浅显有跟慧学纠正啊，很谢谢因为那个怎么念，我拢甲讲，历史为史，都念观史，观力才对啦，或者回去找字典那个是观力，做官的官辈戏，观力。因为我们念错了也会考倒人呢。或许30几年前那个时候还没有在讲性理心法，一次把那个3更半夜啊念成3更半夜啊，竟然有一个道亲听我这样讲他就不修道了。够厉害呢。3更半暝就好啊。3更啊3更。
那个念假如说是下面2个字没有，要讲3更啦；有下面2个字啊，要讲3经啦。3经半夜。又为了那1个字竟然考倒一个，退一个道心。纯粹所以还是我们公众语言啊、文字啊，还是要念得对比较好，或者会改进。所以我们也不用那个诚心，然后莫以贪嗔，不要有贪嗔，莫怀愁虑，我们胸怀不要愁虑，然后荡荡无碍，都呢放的呢就是很自由自在，荡荡无碍，都没有挂碍，这样呢就恢复到那个佛性的那个本体，然后我们能够这样子什么行住坐卧、诸目一言啊，皆是佛之妙用，快乐无忧啦。故名为佛。这个是呢世子啊跟法龙讲的道，因为它不很长，所以或许没有印啊，没有印出来给各位看。想说呢，这个我们讲了记下来就好。所以那个荡荡无碍，没有那个障碍，然后任意啊纵横，不做之善，不做之恶，然后行住坐卧，触目接触到我们眼睛啊，遇到因缘，皆是佛的妙用，全部啊都是佛的妙用，这样呢快乐无忧，故名为佛，所以不长，有没有印象？听个印象就好了因为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心理心法，毕竟比较深涩啦，一定要自己能够呢发心追求，它绝对可以达到。那或许有看了后面啊，有很多那个DVD 啊、CD 啊，那个是道德经啊，我们之前已经都讲完了，把那个全部都整理出来，一个那个整理包啊，刚好从头到尾有43篇的那个道德经，然后呢这个CD 啊有86片，因为我们分成86片分成上下啦，刚好都用小的整理包，不像那个六祖坛经我们用大的整理包相当那个范围太大了，用小的比较理想，上下一手提了一个，它可以带回去听，这个只要你听久了，听熟悉了，就必你了啦，听过一样做，听久了就会做，做了就符合真理，所以这个熏习很重要，他不用觉得我们楞严经啊很深，不会啊，很浅的，都是白话。看一看今天减少多人有没有？尤其签到去减较济听无啊，不爱去啊。这个一定得要这个听得熟悉啊，爱听久。听久自然就会识，就会去做，就已经走入那个修道的轨道。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哪里？第3页，这个佛在4楼华城，对不对？对这个佛释迦牟尼佛。在4楼华城，取缘精舍，那个呢，这个说法主啊，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他能够呢自觉啊觉他，觉醒圆满，所以称为佛。那么4楼华城呢，
就是呢那个王色的。那么取言金色就是那个其事己孤独也，跟那个《金刚经》呢所讲的地方是一样。那么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跟这个大比丘总共有1250人，这么多。那呢我们了解说如是之法，非我不是只有阿难自己独闻，而是总共有1250个人聚在佛的身边，同时听到。那么大比丘那个大就是整个宇宙虚空我们要了解到非常的广泛。那这边有写说含着3个义理，就是大、多跟胜。那么大德就是把那一些小圣小德的这个把它摒除在外，不列入其中，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大法里面所这个全部已会的这一些人他们的程度也都是蛮高，所以能够呢给那个社会的那一些天王一些大臣所敬仰的，才呢称为大。那么多者就是这一些比丘呢，他们就是研究的范围蛮宽广，就是对所有一些应该知道的呢，他们都有研究过，都知道。那么圣的就是根基根气比较好，超出那个印度96种外道。印度呢，他们有96种外道，蛮多。那么比丘也含着3义就是起事、破恶跟不谋。那个起色就是起外起时以养这个色身，然后内起法呢以知慧命，养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然后破恶就是这个出破身之杀盗淫，口嘴巴的恶口妄言曲跟两舌，然后细破我们那个见破跟识破。那不谋就是比丘登坛受具足戒的时候他那个受戒师就是有把他们受戒的内容稍微传播，然后一直到达那个最高的欲界最高的摩悉所罗天，那个魔那个波旬他害怕，所以不魔恐怖这个已经进入那个生宝树，就是三宝里面的佛法僧的僧已经进入进入僧呢，就已经到达佛的那一种地位。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他具足戒了以后能够遵守戒律就一定呢可以成佛。所以那个成佛了以后凡尘那个魔就管辖不到。所以魔他很恐怖，他怕所有娑婆世界的众生大家都修成佛，他就没有魔祖魔孙了。所以这个是死不谋不分。那么众以大表比丘众的众梵语就是僧伽，那我们中文叫和合众。那么和合有2个，一个就是离合
就是同正菩提。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四合，四合呢有6种，为呢戒合同修，然后见合同结，利合同均，然后身合呢同住，然后口合无争，然后呢意合同悦，都是很愉悦很快乐。所以我们在这个凡尘中假如说人是很多呢，我们就可以用这6个能够戒合、见合、利合、身合、口合、意合。各位先生，我们最难做到是哪一个？大概是意意要合都很困难。所以意合同悦，就是一同都很喜悦。那么众呢，乃4人以上之称，4人以上才可以称众。那么1个、2个、3个不能称众，亦不名僧，也不叫僧，名比丘，就是比丘，因为4个比丘同住才可以做那做法，那个僧事，就是办法事。那么兼250人聚这个是一个数目，就有这么多人。释迦牟尼佛呢，最先呢在鹿苑度乔陈那。乔陈那呢就是那个歌利王转世的，先度他们5个人，然后再度3个兄弟迦叶，他们的徒弟跟他们老师总共有1000个人。那么再度舍利佛跟目犍连他们师徒各有100人，然后再度那个耶舍等50人，总共有1255个人。那么现在把那个5领略去掉，就讲1150人。那么此等呢皆先修印度96种外道，然后这个勤苦非常勤苦，可是没有收获，就是修得没有效果。那么遇到释迦牟尼佛以后才得到利益，所以他们感恩1250个人感恩，就呢常随啦，常随着释迦牟尼佛到处这个讲经说法。那么皆是呢无漏大阿罗汉，已经呢都是无漏这个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漏我们翻成中文叫烦恼，那无漏就是没有烦恼。那我们在这个实际的来讲，无漏呢就是精神没有外放。那我们在生活之中呢，精神都有外放呢，叫漏。没有精神外放叫无漏。是很理想，都能够呢回光返照。那么此显大比丘的过去之本，他们过去那个都修得很高的程度然后呢众皆内密大心之喜，就是把那个修得很高的程度都把它掩盖下来都显现无电无伫外口互知影然后外现声闻之身，声闻是小乘佛法所以外口现出来就是程度无悬无讲足悬无漏以不造生死因，不造生死因生死果已经断了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故名呢无漏然后呢不受三界因果的流转那么漏有3个义理，一个就叫欲漏第2个叫有漏，第3个叫无明漏。那么漏为烦恼欲漏呢是欲界的见思烦恼
见呐，就是呢见货88世，施呢就是施货81品。这个呢，或许有特别写那个讲义出来这个讲解。那么有漏呢，这个是色界无色界的烦恼，有就是呢因果不往，还有因果。那无明漏就是三界的痴否。那么三界无明有此三漏，生死之因必漏于三界，受生死之果，一定都在生死之中。那么阿罗汉呢，是梵语，我们中文叫应供，因，我们要了解说，因之中呢，为人天的福田，果上面应受人天的供养，及这个起示果，起示的那个果报。那么又名杀劫，修这个四谛行补极昧道，杀烦恼劫，及破恶果，已经可以破恶，所有的恶都破除的果报呈现。又名无生，已经呢证悟偏真涅槃，了分段的生死，已经没有分段生死了。我们众生生到死是一半，都是分段，都分段生死，六道轮回，及不魔果，那个已经不害怕这个魔扰乱，不受三界生死烦恼，之所流转，故名为阿罗汉，无漏的大阿罗汉。那么佛子至此超之有，能以国土成就威仪。阿罗汉之法身慧命皆从佛法而生，故曰佛子，佛的孩子。那经所谓从佛口生，从法化身，得佛的法分，所以佛子住持呢，为此生宝，至于世间，传持佛法，至于真理持用真理，以度众生。知有善超知有，那个知有者呢，即三界九地，有因有果，或名25有，异界有，异界的有6亿天，有4大部洲，有4趣，4趣呢就是阿修罗，畜生、地狱跟恶鬼。然后6亿天6个，4大部洲4个，还有10个，4趣都14个，14个有，欲界14个有。然后色界有，色界呢有初禅，有大梵天，有二禅、三禅、四禅、五净居天跟无想天，所以它有这个7个，所以很多那个印度他们都要修到大梵天，他们不是去理天因为那个目标都大梵天。那么无色界有4空天，4个，7个，还有14个，总共就是25有。那么三界中的众生不能忘我，故皆名有。拢叫做无，有我执、法执，然后受苦连连，一直到无我、无法、无学才叫做善超，善超之有。所以我们要努力要善超之有，所有的有都超越了，已经到达无，无生法忍。无法可学，无学，那个都很高的程度。以超有而不离有，不超而超若成空自己是阿罗汉，
不自持世间传持佛法，则不得名为善超。所以那个善超之有，还真的是很超越。成功自己那就是已经家己好就好，唔管别人是我，那个叫成空自己。那么成就威仪，能以国土成就威仪。那么比丘呢，有3000威仪8万细行，名为律语戒。若以行之作恶身口七之，时时谨守不犯，名为成就威仪。具备了威仪，则鬼神呢亲仰钦佩仰慕。不具备威仪则世人讥嫌。我们凡世间人该讥笑，该嫌。亲仰是福之因讥嫌是罪之本。所以他的外表能够造福众生。有众生在嫌那就做罪啦。他造罪了。所以要下呢那个三恶道。那么威仪虽是外表，具则令人得福，缺则呢令人造罪。所以呢这个期间的关系也很大。比丘呢是威仪，假如说他失掉威仪，皆由于散乱的心。若色心呢常在定则自然不患一切的威仪。那么从佛转轮，妙堪遗嘱，严净毗尼弘万三界。这个轮为法轮，佛法圆融，无始无终，犹如车轮，常转不穷。又能代运众生，离生死苦得涅盘乐，故欲佛法如轮，好像轮。又这个轮有这个摧斩意佛法能摧斩众生烦恼壳，现真实相，故名轮。这个轮法轮。妙堪遗嘱，未有大势力能核弹佛法，可以挑着佛法到处去卖。佛手遗嘱一一能如法手持，不致散乱遗失。如在般若会上须菩提能管教菩萨及其事也。这个事实这个须菩提能转教菩萨，把佛的佛法教导那个菩萨。那么严净毗尼，毗尼呢翻成中文叫做戒律，戒的总名戒律的总名叫毗尼。那佛所制定那么轻重开遮呢持犯。名为律，轻重等华，不令有犯，戒行无亏，名曰严净毗尼，就是遵守戒律，弘换三界能如此者呢，即为出欲界、色界无色界的大毁犯，所以弘换这个三界。然后应身无量，度脱众生拔济未来，业之成类。佛法利益众生以各种方法教化，最直接有效乃应身皆矣，故曰应身无量。且不但度现前的众生。而愿拔济未来一切的众生，愿大就利大，又不但度一切众生，而度十方一切的众生，事大
所有风土五蕴色想行识啊，众缘和合而现生相众生名字叫众生。那么现象呢是众缘聚会啊而生。那佛性啊本不生，不生呢就不灭。那么凡尘呢，只要落入现象啊，就一定会变化消灭所以啊称为妄。妄呢就是不真。我们在生活之中时常听到呢鼓励的话要认真点醒我们呢不要认假要认真。而凡尘事项呢，哪一样是真全部呢都是假。那么吃烦恼坑啊也拔能够呢吃烦恼坑拔。然后济度生死海也济拔济。拔济众生呢业之尘类凡尘啊劳劳碌碌啊叫尘类不管什么身份地位啊，都要接受天地的煎熬，被凡尘所累要超越尘略需要修道成道从明理入手非困难之事不是困难，绝对呢可以达到。那么其名曰大智舍利佛，摩诃目犍连，摩诃迦毗罗。那么底下这些是介绍这一些弟子大弟子们的那个背景那我们呢拿回看的就可以富罗那密多罗尼子须菩提优婆尼沙陀等而为上首这一些背景呢那个小的字我们就不再念。那么复有无量的辟支无学，并其痴心呢同来佛所十之比丘无量就是数量非常多。辟支呢就是独觉辟支佛那个没有老师教，自己呢观察凡尘的万象观察万象呢，然后能够这个了解到真理那个叫辟支无学修成叫辟支佛。那么并其痴心呢跟他们的徒弟同来佛所。那么十之比丘这一些他们是跟比丘一起来的所以比丘们带领那么修下自知就是佛制定比丘觉下安基从4月15号一直到7月15号90天。以夏天呢那个地很多的虫蚁，那佛慈悲呢解除尽显就是莫去甲打，莫甲打死要免伤呢虫蚁。那么夏至已毕就是已经经过7月15 90天已经过去了故名解夏，已经把那个禁咒的已经解开那么修下以后任意参求就是经过90天以后，那么可以不了解的可以自己这个问看要问谁有自己的喜欢所以叫自知即自由呢参访。那么十方菩萨呢知觉心仪，亲奉持言将求密意。那么这个十方菩萨呢知觉心仪这个又不一样的那个不同角度这个菩萨心有疑的话呢，一定呢要问佛佛才能够给予解答所以十方菩萨呢知觉心仪知呢就是问，来问呢他们心里面的一些疑问，然后呢亲奉持言就是
直接听释迦牟尼佛慈悲的教导。那么将求密意啊，那个要这个追求啊，那个秘密的真理义理，这个是不记载在这个经典上面，秘密的那个都没有画。那么即使如来呼咒愿安，为知会中呢先世深奥，所以这个地方只有这样，那个如来呼咒愿安，就已经呢在回答他们的问题，为知会中呢在先世那个深奥，那我们经典里面全部都没有记载，因为迄拢点点的拢用一款那个身教在教导他们那一种没有语言的那个方式来给人讲所以经典内底都无记载跟那个妙法莲华经那个前面一段是一样。那华严轻重得未曾有，这个法席就是呢现在这个还在会场这个留下来的这些人就呢得未曾有，就已经呢佛有告诉他们那个深奥的义理。那么迦陵仙音遍此汪界，恒沙菩萨呢来即到场。这个迦陵是一种鸟的那个名称，那个鸟它的叫声非常好听，所以好像仙音一样，能够呢遍十方界恒沙菩萨就是非常多的菩萨来即道场，都呢在这个道场那个聚会。那么文殊师利呢而为上首，那么这里面文殊菩萨呢就是最这个最积那个智慧的上方，所以他为上首。那么使波斯诺王为其父王呢委入营斋请佛恭阅这个时候这个波斯诺王为他的父王为日就是做祭他的父王的那个忌日，然后营斋呢就是办那个素食给僧人吃这个叫营斋。那么请佛呢恭阅，请佛也一样来请。那么恭阅就是正殿的两旁正殿是办国家大事那正殿的两旁就是在皇宫里面上管呢挺多正殿要办国事，所以没有在正殿办那个营斋。那么自营如来那个波斯诺王自己那个迎接如来，广设珍修无上妙位肩负亲缘之大菩萨，各个本心来迎接名将呢在所有的大菩萨。那么城中呢复有长者居士同时换身赐佛来应。那么在呢王舍城之中呢各有一番长者居士有在中驾同时就是换身就请僧人吃饭至就是等候至佛来应等候这个佛来回应。那么佛赐文师分领菩萨及阿罗汉应诸斋主。那佛呢就命令文师分领这个菩萨以及呢阿罗汉来应这一些那个长者设斋在请这一些修道人。那么唯有阿难呢
先受别情，焉由啊未还，不妨生次啊，都只有阿难，他呢之前呢已经有受别人情了，然后焉由未还，也未回来，不妨都是未付啦，未付呢，和迄个文殊菩萨带咧去迄个长者的家里吃饭，所以不妨生次。那么既无上座其阿遮里，途中呢独归，他们这个佛这个戒律里面出门以后要有3个，一个上座一个阿遮里，跟自己一个，安尼3个，安尼才无犯规。你若家一个出门就算犯佛规。那么上座呢，有4种，一个就是生年上座，就是讲因年纪真大，年龄很长。第二个戒那上座，就是受戒久，第3个呢福德上座，就是福德就是很尊胜。第4个法性上座，就是已经证无为，证到佛性本体，那个呢法性上座。阿遮里呢，我们中文叫做跬范师，堪为人的师范。那么共有5种，一个是剃度，这个受沙弥，这个十戒法。第2个呢是教授，以受具足戒这个时候那个起戒师。第3个就结盟，受比丘那个戒的时候当那个坛白释盟，就是报那个号。第4个受经教授一切呢这个经典。第5个依止，其参学次的主人。那么立志一生演出驴须2人，上座阿遮里这个同行，所以言行时法过失。那么阿难呢受别情不同言痴故无伴侣，途中呢独归。那么其日无供，已经呢供养佛了，供养菩萨了，已经没有在供养一般的僧人，修道人就没有特别在设供，所以其无供。那么即使阿难执持应器，就是拿着那个钵以手游尘次第寻取。那么心中痴求呢，最后的坛乐以为斋主，没人来供养僧所以他就比较困难去托钵。所以那个诺王请佛长者居士同时换身，故阿难呢世路无供，不得已自己行起。执子应器我们这边中文叫应量器，这个应自时量大小而成其趣，乃受时之这个具体色量体色量3个皆应华如华，不能吃多拿的气太小，不能吃少拿的气太大，要呢刚好。那么佛赐那个体就是铁跟瓦2种可以。那么色用迄钉分分完呢无人爱所以这样呢就是不会惹起人家想偷了那平时盛时不收，这个炎热的夏天点物件袂比迄款喷
量则一体，实量多少而为，极大呢不过3升，至少一龙升半，行个半个一半，以所游程啊，即所入啊，他所游的那个地方，四罗华城，就是王舍城。那么次第寻取，次第的呢，这个哀父，这个呢哀家哀父啊，有那个顺序，不越这个贫穷，寻取依顺大圣法律，平等次第而起，就是平等，小圣的起时象卷之，衣冠2，唱3这个土4法5淫舍。那么今次第寻取，就是学这个大圣。阿难呢，心中出求最后的坛越，那个坛就是布施，越就是越过贫穷，以为这个斋主，所以这边有讲说，谈及布施，为布施可以祸福，能越过贫穷苦海。那么最后以王及长者居士修供这些，为先前的坛越，那阿难心中出求有发心呢，施我者乃最后的坛越，以为我之斋主。那么还显王及长者居士为佛菩萨，阿罗汉的斋主，那个都比较高的程度。那么无问呢，净慧萨利尊信及旃陀罗，方行等持那个旃陀罗呢，就是土沙业，那么阿难呢，他是要平等，行那个大乘法。我所求的师子不论呢，梵志是净性，那个旃陀是慧性，不管他们身份地位，萨利那个他们因管是叫王种，或是呢禅住，那个真济禅真好业，尊姓呢，旃陀罗，我们中文呢叫做沙者屠杀为业，那个是卑慧卑贱的那个持业。那么方行等持方者就是法，应要呢效法佛菩萨，以平等之慈心行平等之起持，不倦者卑微下贱之家而不取。那平等起持有5个义理：一由内政平等理，外不见有贫富相。2心理贪慢，那个持无偏利。第3个表威德，不惧这个众相，孤酒淫女家。第4个其凡夫的猜疑。第5个颇恶圣分别。所以阿难呢要学平等之持不择微贱，不选择那个起持的对象。花欲呢严惩一切众生无量的功德。花欲就是花心，花大圣心行平等期，既不则不选择微贱这个呢令微贱者亦可施食求福，故能呢圆满成就一切净慧众生无量的功德。阿难已知如来世真和须菩提抵大迦舍。阿难呢在净明就是维摩诘经维摩会上，那么早已经知道
如来世尊呢，和须菩提和大迦叶，呵呢就是骂的意思啊，因为须菩提舍贫起富，他的意思就是恐其福尽以续善根。大迦叶呢是舍富起贫，他的意思呢是临其久苦，贫穷都受生活的苦，令众乐因，恶人的意虽善，而心不平，故为那个维摩诘净名居士所喝。那文中说如来世尊喝，净名为金树如来获身，则知净名之喝即世尊释迦牟尼佛之喝是一样的。又呢，这个释迦世尊不以净名之喝为非，是一喝也，就是骂他们心不平。为阿罗汉心不精平，清凉如来开阐无遮，度之一棒。这个颠覆令人生谤。然后呢，为有爱护之心，安口腹之欲，然后偏贫，就是像那个贫穷的乞食，令人质疑未有企图，然后阿难清凉如来开阐的清者就是净也，阳就是阳木，木呢这个如来开花阐明，无遮限，平等行起，可以不知那个怀疑毁谤。然后金笔橙黄，徐部郭门，严整威仪消功斋法。经者就是过，经过，笔就是四楼八层，黄者城外的豪占，无水为王，郭门即护城之门，徐部者就是循礼端庄，很端庄行到还跟那卫兵在交接，那个我们假如说到那个忠烈祠去看他们那个一队一兵在交接那个走路都很好看，缓急得宜，犹如清风呢徐来，严整威仪，端严整次其威仪，四目恭敬其瞻华，以其感化以忍。那么如此有生善灭恶之功，非阿难故作失态咬人恭敬，他们本来戒律中就是要这个样子。那么尔时阿难因时次经历隐士遭大患事。尔时就是入城乞食之时，因阿难欲学菩萨平等之心乞食，然后次即次第引起经历隐士及隐理之房间幻事就是虚幻的咒事，变化物象迷惑于人，令人失性被其咒力所摄不觉随从。那么摩登伽女以娑毗迦楼仙梵天咒摄入饮食。这个摩登伽这个依那个戒因缘经那个戒因缘经里面翻译为小家种，那也叫做下贱种，是其母名他母亲的名字。那女名不起，
那个女儿的名字叫薄吉迪，我们中文叫本性。被虽呢堕入淫女，那本性呢不失。那么居女摩登瘸女啊，依母啊张明，按照他母亲的名字说出来。梭毗迦罗，我们中文叫做黄华，意云啊金头，金头黄发，以华黄如金啊，跟那金。苦行外道的名字，梵真呢先天者啊，过去啊，先梵天所受，那么金头外道，那项羽传呀摩登伽，传给他的母亲，那么其女因见阿难啊，具佛啊这个20种相，然后呢色身如影非常好看，心生了爱染，因过去500世以阿难为夫妻，已经呢爱惜未忘，爱与心，一见呢则喜，看到就很喜欢，故白其母给母亲供，愿得为夫希望他做丈夫。那么母亲告诉他，阿难已经出家，要他呢舍离爱欲，莫做思念，不能够这个两头。那么娶女一直要求他母亲当然守愿他母亲被他缠得不得已来这个做金护食，那酒的那个金看在那个吃的物件的顶头，那么使女随阿难，你提议阿难，而阿难呢心意恍惚背起协奏手色，便至其家，深入饮习，入夜房间及摩登伽之体请示。那么引公五摩呢将回戒体，所以呢我们了解到大概我们凡人最喜欢这样的喜不喜欢？这个公就身，摩登伽女引心呢炽盛，这个欲焰辉扬，他那个爱的那个心已经很高很嗨，将呢己身这个波尽阿难，那么抚之摩之阿难则如醉如痴，心虽明了力不自由。那么经毁戒体，戒体及受戒的时候，登坛白结魔戒，就是登坛已经讲那一些里面的那个内容，所得妙善无漏色法，即是呢无咒戒体。那结魔师第一番白云，此是第一番结魔已成，那十方妙善戒法由心业力悉皆震动。那么次云，此是第二番结魔已成，十方妙善戒法于虚空中如云如盖，互如顶上。那么第三云，此是第三番结魔已成十方妙善戒法，从如顶门流入身心，丰满正报，是为戒体。那么将毁戒体乃摩登伽女将欲毁阿难之戒体，以遂其欲，就是喜欢跟他做爱。那么现阿难呢，以正出国，有道这个这戒力有道呢共戒力，身呢虽静而心不动，
来降回而未回，犹得保全戒体。然当此事事破情急啊！虽莫导世尊大慈，宁不救我？那么世尊呢？这个他心悉知啊，故有下文。所以他有接受啊那个戒体以后，心里面呢祷告啊，今年释迦牟尼佛赶快来救我，释迦牟尼佛才能够收到。不然我们众生大家也都在受苦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都没有收到我们那个受苦的心声？因为我们没有受那个白结魔，没有受戒。那么如来知彼啊，隐士守家，斋必啊贤归，王及大臣啊，长者及士，彼就此恶难。佛心真知啊，无所不知。知恶难呢，为隐士守家。那么隐士啊，就是啊，协作为导引之事。既被咒力守家，无力啊，离苦，故望佛垂救。那么佛的常仪啊，斋必啊，皆未守法。佛一般呐，受人家这个斋请的时候啊，去吃饭吃煞拢会讲经说法。那今日呢，速归，今仔日安尼，安尼真赶紧就要回去，必有因缘，故王及大臣啊，长者居士啊，俱来随佛愿闻法要，就是要听到啊这一些很重要的佛法。所以我们把那个法要啊，就写在一张这个讲义上面，各位都有这个身上都有一张，对不对？这个就是法要，楞严经的法要。那么既来随佛愿闻，大法心要啊之意，这一段呢有微细啊这理在，我们呢加以了解。如来应供王公呢，允何而知也？伊伫个王公那会知影？因恶难呢有护戒之善念，自然呢那个感动，能够感应，感应啊这个佛心。如来愚人呢，皆不知处而独知也。如来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他知道呢？如来妙智啊，虽周遍法界，但无感而不能应。何以故啊？若无感而应者啊，则如来之智慧啊，如同凡夫之妄想。无故而生知觉，不会无故啊而生知觉。又如来无感而能应者啊，十方一切众生受苦无量，皆应往救。若往救者啊，世间苦事何不这个习昧也？若知而不救，则非佛心。好像世间四大所有风土啊之性，周遍法界啊，无处不有。若无因缘接触啊，毕竟不能发现。佛性亦复如是。佛虽呢有普度之心，非有感而不能应。所以说到自己发心啊，非常的重要。日常的生活时时刻刻啊，回光返照，26时钟，26呢就12个时辰，一个时辰2个小时，26就24个小时，时时刻刻都守住中道。中道呢就是佛性本体，就是呢跟如来佛这个心啊相应，如来会来度化引导。但一切众生呢，日常生活却是呢希望被美色啊这个引供抚摸，时刻呢
这个以身体的感官呢刺激啊、享受为追求的目标。这个住在呢形象上，与佛心啊不能相应。想成佛呢，不是梦幻嘛？这大概我家己写的。于是呢，这个世尊顶放百宝，无畏光明，光中生次啊，千叶宝年。那么于是即佛归众随，阿难呢戒体啊，将回未回之时，顶呢即呢这个肉髻顶相，表如来常性，本觉离体。光明呢表始觉自用，光是百宝，表慈悲得用，有求必应，可以摄受群品。光是无畏啊，表威势利用，无恶不摧，可以折伏众邪。从顶放光啊，表从体啊起用，依本觉离体啊。其始觉自用，光中呢，出生十叶宝莲，表因行啊，色觉起行，为依始觉智啊而修大圣行。有佛化身呢，皆夫家咒，宣说神咒，上乃放光生莲，此则呢化佛说咒。无为心佛是无上心法，佛积佛顶啊，乃尊中之尊，所说神咒啊，即密中之密。佛顶表知佛即果，莲华表如来密因，金华从顶出，行因心啊，不离果觉。佛在华中显果觉啊，不离因心。被修德有功，性德啊方显，能成就见觉佛。这个家福咒啊，乃叠子而作。本经有5次的放光，此第一次啊从顶，表依离啊起智；第二次呢从面门，表知智啊将开；第三次呢从那个万字啊，表因心显见；第四啊，从知佛顶，表一多无碍；第5次呢，从无体，表耳根连通，总摄呢知根；次文思，思将咒往复，恶咒消灭；这个次者啊，就是次令。这个我们了解说人王、法王，俱可呢这个称次。那么咒虽佛说啊，必假生传，必赐文思者，以阿难为胁侍所验，非大智啊莫能行；摩登伽为痴爱啊所服，非大智啊莫能解脱。以文殊的智慧，化性与痴爱，故能呢，提拔阿难，出于隐士，讲劝啊，性离归来佛手。那么，提讲阿难及摩登伽，归来佛手，提对阿难自罪啊出行，精神啊未复，故啊悉提悉讲对登伽，如此啊不悟，未肯放归，故悉啊讲劝。登伽见佛啊，成佛开导，顿证三国，一机熟，这个戒言啊诚意，利益，将此段经文换成领悟的契机。阿难就是自己协奏引示啊。及这个现前是美声美色，见色即斗隐士，闻声即斗邪咒，
偶然回光返照啊，即佛灾必啊贤归，放光化佛，求出离生色之方法，即化佛收咒能起出离之心，即佛赐闻思了生色呢，空无所有即归来佛手。这个是把它又讲白话的另一段。那么见佛顶礼悲泣愤无始来，一向多闻未全道立。从此一直到流通分之前，皆始以正中分，乃一经这个真正中要之意即正说楞严性定宗旨。阿难自愤一向多闻，未全道立这个我遭患事不能自救。阿难与佛呢同时发心，佛众实行。阿难众多闻，喜欢多闻，佛已经证悟果位了。阿难呢犹未了道故自愤。顶礼者谢救，谢垂救之恩悲泣者伤行起之失。悔愤无始来一味的偏重多闻不请定力未曾呢从闻思修，故未全道立不敌这个邪咒这个道立就是定力那么此一愤正是阿难呢晚迷归悟改过自新之心他的心已经改过，因勤祈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禅那所以这个妙奢摩他呢要灌，那个妙要灌下来，妙奢摩他、妙三摩、妙禅那。可是经典翻译它就省略了那个后面两个妙。那么诚恳请求十方如来成就的方法欢迎菩提，我们呢中文叫做觉道为自觉觉他能够自觉又能够觉他，觉行呢圆满所成呢三菩提之道：一真性菩提以理为道；二实质菩提以智慧为道；三呢方便菩提而应机施教为道应机度化众生。真性菩提者即真如自性真如是理，此理为自心本觉之佛性又即真平等之性，众生仙佛一样这生活不二生就是众生，佛呢就是佛的果位已经成就，不二都一样。众生迷此知佛正直差别在这里正即此理法身显现即法身德。那么实质菩提者呢，实质之真实之智这个穷则一心的本源称呢真如理所证这根本智成智受用报身。此智照理，理无不测，又名呢理智，亦名实智以真实智照本觉理即呢般若德上面法身德，这边呢般若德。那方便菩提者权巧方便，自觉于言然后觉他，从根本智起获得智现他受用报身，为大机那个大根基的说法，又应呢各种机现应化身呢成就众生各种的事业又名事智亦名全智，全就是方便种种示现自在无碍即称解脱德。
所以三个一个法身德，一个般若德，一个解脱德。佛证呢三德，具三身，成就呢三菩提。阿难呢分小圣无力敌魔，思修呢最上一圣之法，此即这个发回小向大之心，故有此景。这个就是本经的开头都来。妙奢摩他三摩禅那，阿难不知十方如来因地所修之定名，乃举长途常说的三种定的别名，加一个妙字予简之。妙字需冠下三个名称，妙奢摩他、妙禅那。那么简指定，非作意休息之定，不是呢我们那一种凡人那个用四心在修的定，乃天然本具之定，非独自四心之定，乃圆含万有之定，故呢以妙称之。奢摩他等三呢，乃定之别名。所能言为定之总名，然更当知奢摩他三乃定之共名。他经呢亦有别的经也有奢摩他，所能言为定之不共名。独举此经故，只有这一部经有所能言大定，剩下的没有。那么阿难既加一个妙字予简之，是客定请佛指示十方如来得成菩提之定。那么佛之阿难问意以回小向大，发菩提心，故摩顶安慰是之曰：有三摩提，名大佛顶所能言王，具足万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那么此所能言王及十方如来得成菩提不共之定，此定严含奢摩他等三种别名，成一佛定的总名。那么此一门超出极甚了义修正之法门，方能呢超出全小而去妙庄严路。那么佛具四种名之后，乃复呢按定信解修正那个秩序直达三名。以正说前经文中三段呢各有标出界限呢分明。那么出佛破呢妄事无处之后，阿难急求世尊开示我等奢摩他路，当知此下更破妄事灰心，妄事无体，乃彻去奢摩他路之障碍。以四心乃能言大定之障碍，四心不去大定不成，故此三名呢不可这个用此观来是以此观呢不能舍离四心。四心有生有灭，如以生灭心为因，决定不能发明不生不灭之性。故佛此事根中不动摇，不生灭之见性，要阿难呢开解照了。此常住妙明不动周延之定体，即奢摩他。佛要阿难呢生信发解，言入如来掌心，为所能言定体，微密观照性具即定之慧，即经明中如来密因是也。那么前段呢说性不说修，故独属奢摩他开解照了如来常性本具之定体。那么接着说妙三摩，是呢实际进入修持阶段。那么经文佛云：
阿难，汝等决定啊，发菩提心，以佛如来妙三摩提，不生疲倦，应当呢鲜明发觉初心呐，二决定义，二决定义啊，一决定与因同果。若以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有佛圣啊，不生不灭，无有是处。那么此舍事啊，也名矣。所以也一直在阐释说，用不生不灭的心修不生不灭的道啊，都是从这里出来的。那么而决定呢，从根啊解决，佛教以啊，悟后起修。须以六根选择一根下手，但从一门深入，自可入一无妄。一根呢还原呐，六根解脱。然后闻思特选耳根呢，从闻思修，即为妙三摩。那么从根修正啊，乃性具啊，即慧之定。佛要阿难呢，多闻之人，乃向耳门就入啊还家，及精明之中修正了义啊，是也。再接收妙禅那，因阿难白佛言：我辈啊愚钝，好为多闻，以失漏心啊，为求出离，蒙佛慈悔，得正呢熏修。身心快然，获大劳，再请禅那，修位。那么佛说妙性严明，离之明相，本来无有迷雾啊还胜之分。因众生一念妄动啊，从真起妄，故有12类身。反妄归真啊，则成55位。由前三摩，正圆通体。安住啊，言定，称体起用，唤醒啊，还清，自此啊，本定，立位啊，增进，圆满菩提啊，归无所得，即为妙禅那。那么精明之中，知菩萨万行是也。那么此事呢，自他两利呀，上求下化之行。何此三定的别名，成一首楞严总号，即阿难所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之定。那么最初方便啊，于是复有和恒沙菩萨呢，即知十方大阿罗汉。那么最初的方便啊，即奢摩他，物理啊为最初方便。那么修行呢为初方便，所以一个最初，一个初。那么修行啊，即三摩禅那呢为方便，所以最初方便、初方便、方便三个。那么以禅那中呢，以得圆正定慧呢均等，中中流入之行，为以萨婆海，我们智慧之海，之方便。萨婆罗一切种子啊，即知佛究竟圆满果位的智慧。那么佛教以方便为门，今奢摩他呢最初方便是悟门，三摩初方便是修门，悟修超出生死之门，然后禅那方便是正门。经历呢55位啊，真菩提路，正入啊，涅盘的门，就已经呢正入啊这个涅盘，那么于时，即阿难呢请求佛定之时，成佛之法，三圣这个供养，共同敬仰，故以复有恒沙菩萨及知十方。必之佛等，什么？超过？没有，因为
我们都不愿意问，所以我想只想留下10分钟就好。好了，现在还有20分钟，因为大家看我这样念哦，会想说我提灯来看，我提灯来念就好了。哦，其实你拿回去看哦，不见得会了解里面意思啦。所以或者才会把它念出来。这一段是一个起头而已啦，后面很多都是要我们去用心的。这个是一个开始怎么样来一个起头而已，不要觉得它很深啦，它很白话，有没有？很白话，足浅的啦，袂深。会讲真正就是咱拢唔捌接近啦。所以记得那个后面那一些整理包啊，里面都要带回去听，带回去看。剩下20分钟留给大家，已经减少10分了。在下个礼拜现在再不问，下个礼拜剩下10分钟再不问的话，我们全部都讲课。有没有要问的啊？剩2分了。好，请说。李老师好。好。为了让你多一点时间安排，就要发问了那不晓得问的对不对那个请讲师复习一下。或许想要问今天就是有关那个阿难第一个就是说，他在刚刚讲的就是跟他500次的那个之前的那个第一个他应该是有得到的他应该有求到的这是第一个或者要问的这个。那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说因为他遇到危险的时候，然后他可以求就是释迦牟尼佛然后来解。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好用，有时候我们就是第一个就是佛性第二个就是跟理智有时候在冲突的时候就是在教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遇到这种状况。那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候选的做法就是以那个刚所讲的3个就是真性菩提那真性菩提来讲的话，就是说先我会给你加智慧当然这中间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一生包括说历劫以来所想的所做的当然就是会有影响的那后面觉得是说阿难他应该是也是要了他这一段但是可能在自信上或者是这个现实的生活之中，如果有相冲突的时候那怎么办？第一个他会觉得很就是非常的难过那如果说我们修到的人，如果说有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有些来讲的话，就是说谈到婚姻后续有一个职员他说他想要跟他的老公离婚但是他已经就是嫁了第2个，一女嫁1个，然后第2个，但是他说他是信基督教，但是基督教里面说他是不可以离婚的，但是后来他也离婚了这是第一个。然后我觉得说如果我们今天修到的就是说第一个色界从淫界从这个理来讲的话，产生的意念就算了就是说看到的或者是想的就已经是很严重了。那请问这个有讲师就是说，如果说从这个淫念的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说以你现在的年纪就是大概比较稳定的不错了。年轻辈的有时候生理跟心理的部分就是说可能包括所想，包括候选的孩子就是说
联想，包括说连现在的电脑都不能看，都不能进去看，因为老师说过这个就是八大意思这个以后可能放掉了。那请问刘讲师有关这一部分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就是说给这个年轻一辈的但是我说讲经说法，他又听不进去，那要怎么办？刚才这个或许还没有上来讲课的时候我们这边负责点老师呢有跟或许讲，说我们上个礼拜有讲那个就是求道以后再去皈依的事情交代说那个不用就是回来忏悔，就是回来像那种磕头，多磕头就好了。因为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形之下，然后就是皈依那个本身那个罪过不大了，那我们知道错了，自己都像老母磕头就可以了，先把这个先事讲给大家知道。那刚才呢这个问的问题因为他也问得很复杂啦，我也不知道要从哪一个去回答起，还是要从根源就是那个四念处，就是观身不见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从那个观身不见我们上个礼拜有讲。他们印度的那个修持者他们都有那个尸体林可以去去观察那个我们人死掉了以后一天是什么情形，一个礼拜是什么情形，然后一个月又是什么情形，能够观察它的变化，就知道说我们人那个真的是观身不见36物合成的身体都我们是爱哪一个36物里面的哪一个分开以后每一个是可以爱的，拢真垃圾所以从那个根源着手，然后呢又了解说或者都很推广那个谢谢你那一首歌那个我们老师讲深信可以这个留下我们那个累世累生的记忆那个就是说我们已经不只有千生万世了，拢无法度算，已经太多的多那个生生死死太多了我们都在其中在翻滚在那个因果里面所以我们开始讲宿主对法龙说那个一切的因果皆如梦幻，就好像我们做梦都是梦幻所以我们在造因的时候自己要掌握那个因自己要了解起心动念都要知道所以那个感悟那个生命因果牵系都是我们心念的累积，对不对？我们心念起心动念太多了因为都起心动念都不合真理，所以累积太多就变成我们六道轮回就已经太人密就是很繁密都一直在六道轮回都太久了所以我们要就稍微清醒一下能够清醒了以后我们回到那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不是回到佛性本体吗？回到本体以后我们了解说我们经过非常多的缘会，经过非常多的六道轮回，都已经太密集了啦，可是我们一个也不记得没有一个是记得啦都全部都忘光光了那我们了解不是忘光光就没有，还是一定有啦，所以我们就是要回光返照来看看我们那个念头是从哪里来的
起心动念的时候啊，一定有它的内容。然后我们呢，看看这个内容啊，它是在想什么，是从哪里来，去找它的因啊。我们找到因的时候啊，我们会很高兴。为什么？既然知道因啊，就会知道解决的方法，怎么样来解决啊？就会知道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外在的约束力啊，都不是很够了。什么基督教不能离婚，后来离婚了，不是这样说吗？他对那个基督教不能离婚啊，相不相信？他就不遵行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是内心重要了。那个外在的环境啊，变化无常，都一直在变。那我们假如说都看重外面的形象，那我们内心就没有一个定，笃定啊，我们内心那个定力都没有，都随着外境的变化而变化，一直变，一直变，变到我们自己都讨厌自己。各位啊，会不会讨厌自己啊？不会啊，真的那真的就很好，可以贯彻自己的意念贯彻呢我们那个中国文化的传承。这样的话呢很笃定那个外相外相呢都变化无常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男女之间的那一种那个事啊，年岁大跟年岁小没有关系。你这个不学了，你老了还是那个瘾心很强。你年轻的时候能够有正确的真理观念那个隐喻的心不强。那个不关年岁啦，它关系到我们的认知，我们对佛性的认知，对真理的认识。假如说都认识了，那就不会。你只要说能够体会原来造化之中我们是一体。那一体有没有自己跟自己做爱？有没有？没有所以会不会做爱？不会很向往所以或者就讲到达那个程度事来则应，事去则见。男女之间结婚了，你做爱就像吃饭，不是每天要吃饭吗？有没有？有没有很奇怪？是不是很正常？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都是很正常的状态之下不要这个奇奇怪怪的那个就好了那夫妻都是要互相扶持互相关怀那个倒是很重要。要从心里面建立心里面建立对对方的那一种那个去关照去爱护那个不是口头说一说就好了要从内心去做。那我们有实际做了自己最起码很踏实，在那个人道上面不会亏欠。所以修天道有人道奏起，人道圆满了，天道就可以到达现在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内心重要，自己花心就是呢要勉励自己一定要成佛现在呢勉励自己要明心见性。这个不是空口说白话明心我们明的心要明明了妄心，明了真心，明心，然后见性见到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明心见性，心明因果就不迷昧，见性成佛就无疑。不是会背了吗？不会又忘了听伤济变乖老子
关老子吼，迄道理知影伤济吼，啥拢袂晓用。那我们也是一样的。道理听得太多了，我还是袂晓做。所以还是要了解说根尘相对。咱说一根一尘，眼睛然后呢形象，这个叫一根一尘，然后相对会产生念头，对不对？这个念头啊，心意识，我们在凡尘用就是用这个啦。这个它是会随着外境的变化，然后我们看了以后，看它变化，我们心就跟着变化，所以叫做生灭心。生灭心它一直在变化，我们日常用要用不是说生灭心不用，一样要用，只是那个事来则应，事去则见。因为生灭心也是佛性生发出来，佛性的功能作用。那我们现在研究心理心法，是追求佛性本体，这样了解吗？我们追求本体，不把那个功能作用当成本体。因为妄心呢，它变化，一直变化，所以妄心无体。或者不是讲吗？假如说那个茶杯是古董，那古董就很值钱安尼几十万的，对不？我们就很喜欢是不是心？把它打破了呢，爱不爱？那个爱的心跑去哪里？不见了，再怎么找都找不回来，对不对？所以这个叫做妄心，妄心无体，没有体。它随外境变化就变化了，所以你看男女之间恋爱，爱到你死我活，结婚结婚即马说的环境甲因分做两位，个人赚个人的钱，结果各有第三者啦，各有外遇伊个咧爱的时阵是咧爱假迄嘛爱真对不？所以他们都是把真心建筑在事性上面，不是真的真心真的真心不会变化，因为它没有形象，不会变化，也不会生灭，都如如不动。那我们要知道，如如不动的才值得我们追求。一直在变动的放伊去就好会晓放袂晓放就烦恼那会晓放就真逍遥自在所以要活泼玲珑我们要很活泼功能作用就让它是功能作用，一直用了就好，过就过莫搁去想伊那本体要守住要守住本体，本体不会变化常住不迁。你不爱用伊嘛拢地你你若甲用伊真欢喜，所以就爱甲请出来做主人互伊来发号施令，指挥咱的这个言行动作。若佛性伫咧指挥咱的言行动作，迄拢合理合理就无业，无业就唔免受果报，不接受果报就没有苦啦，都解脱了。那假如说我们都是很注重现象住相，住相就烦恼烦恼你看有喜欢讨厌，就有取舍，所造的行为就业力形成，然后就要受苦，了解吗？所以都鼓励我们问北部的浅显咧问一个问还未了呢，一个经过要问，讲你稍等下，解决了这个讲你，我在菜内底，问得很努力又是很深入，不是问迄粗浅的，拢问到安尼真深内底里面，表示他有用心，很用心的研究这个真理，要把真理融入咱的佛性，这个是最重要的。
你有回答了啊你？因为你问到我，现在唔知讲你咧问啥。还有2分钟，好，请说。各位讲师、各位讲师好。或许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三思神是什么？啊，还有一件事，就是说上课的时候可不可以一直念那个课本？可不可以说一些比较能够动脑筋的道具？要不然的话，真的或许也想睡觉。那你就尽量享受，那个意思，一打瞌睡了也不会做梦了，一打瞌睡也不会胡思乱想，那个最接近佛性。当然了，有一些啦，因为是一些前面是交代他的一些过程，所以我们把那个内容讲出来，没有念小的字不知道他那个内容。我们念过以后讲到那个真理部分我们都会慢慢说。要像上个礼拜我们也是一样慢慢说慢慢说，要各位了解以了解为最重要头那个问题什么？三思神。三思神。对啊，就是我们身上有三思神，它就是报告我们做的善事跟坏事。那这三思神是什么？什么是三思神？那个是实以我们不是有佛性嘛有秉性，有习性，对不对？他那个它是集中的，有身体以后才有。有身躯以后才有迄三思神，迄是伫咧管咱这个身躯的作为，在管辖我们身体的作为。它是比较报忧报喜好的伊拢不爱报拢报歹。那个我们研究心理生活倒不用太在意那个三思神，也不用在意呢我们的我们过世了以后叫什么？过世了以后八世第8世还没有离开身体那个叫什么？阿赖耶识。第8世阿赖耶识可是我们要了解说，阿赖耶识呢，它是最慢离开，最早投胎投胎他先来，过世以后他最慢走的。所以我们在那一个阶段之中我们有修在凡尘有修，那个阿赖耶识的作用就很大。它可以支撑到49天。那假如说凡人都不行善没有修道，那过没多久都无啦。所以看他的那个过没多久规身躯拢也变变，有无？那个阿赖耶识已经离开了，超过2分了。结果，各位点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亲人，大家好。会学三道天之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先贤给会学区的学讲。这个我们呢上个礼拜大家都讲说一直看着这个文字在念，会睡着了因为那个都是背景介绍内容呢这个比较不关紧要。那我们从今天开始转入这个心法的部分讲这个心法所以一样呢小的字我们回家去看从大的字开始讲。然后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哪边？第3页。第10页。
我以为说又回到这个最初方便这边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今天呢开始啊，就是讲这个阿难被这个文殊菩萨带回来。那么他混呢这个50以来一直都好多闻，未勤定力就是没有在定力方面加以修持所以他很悔恨，就因为有这一个恨所以等于是说我们在完成踢到铁板那踢到铁板的话就会改变我们想法跟改变作风。那么从那个阿难回来后那个跟佛这个请求能够将那个十方如来得成菩提的那个方法能够呢开示让他能够修持也能够成就。那么这边呢就开始讲那一个最初方便以及初方便以及方便最初方便呢就是先了解圆融的道理，是十以奢摩他。然后呢那个初方便就是要实际去修持实践就是三摩地。那这方便呢就是禅那。禅那呢就是已经修了以后有功效了所以三个听起来好像差不了多少，最初方便、初方便、方便，是不是差得很小？差别很小，所以他阿难的要求都能够将那个最初的方便能够先这个开示，也就是奢摩他路。奢摩他呢以前我有讲说呢那个天台宗的开宗祖师有创建呢那个止观法门。那止观法门就好像那个奢摩他就是领悟圆融的道理。奢摩他跟三摩地跟禅那，它三个呢翻译成中文都叫正定。那三个正定内容都不太一样。奢摩他着重呢在领悟圆融的道理。那个物理为先，领悟最这个出效的地方最重要了。因为我们这个理念正确行为才会正确所以那个奢摩他路这个阿难一直要求能够呢开奢摩他路。领悟圆融的道理可以说我们在这个求道了以后应该就要这个告诉各位这个圆融的道理。可是我们可能都善因也不足了没有那个善知识引导，所以我们很久等于是说整个修持的方向都不是很正确啦。那仙佛来介绍来开沙，那讲的也都是性理心法。那因为我们都没有研究不了解内容，那不了解内容就无从修起看是看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都很可惜。然后也说我们修道的一定要认识我们的佛性，不是一定要明心见性这个成就成道成佛都是从心性修起。假如说不是从心性是从事跟相。那事相方面我们要了解都是呢了我们的业障，以及跟众生结缘他呢在真实的功德方面可以说完全没有了。那我们都认为一直很努力的跑，很努力的在做，
可是呢都住在形象，那个是盲修瞎念，再怎么样久的时间啊，都不会成道，不会成佛。所以一定要从心性着手，而且要深入，深入我们心性，了解怎么样才是正确的修到轨道。那我们也已经各位前人都很难得已经熬过2年了，对不对？熬过，因为听不懂，都还要坐着听，很难过的，那叫熬煎熬。不过都给我们熬过来了，对不对？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心得，虽然不敢说很透彻啦，可是毕竟已经要我们再回去这个上以前所讲的课，各位前坐得住吗？这一条我们听的人比讲的人还高超嘞，所以你就坐不住了。为什么？因为讲的不符合你听了，没有从真理，没有从心性去阐释的话，那讲的都是皮毛，对我们帮助都不大。所以一定呢，要从心性着手，那我们努力去行善，又不住相，这样呢，我们所有的善融入我们的心分，融入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这样的话呢，就叫生慈得本，我们有道德的根本，都深深种植在我们佛性中，所以我们就有内涵。那有了内涵我们以后假如说呢做上工作就做得住了。那像我们从事项一直在做你说呢做上工作不得坐不住，因为没有那个德性。所以从六祖坛经开始六祖就讲见性是功平等是德。那我们最难得就是没有分别心，没有分别心就是培养德性。那我们想一想看，我们分别心都非常浓厚了，所以那个德性就培养不出来。那我们呢一定要从真理方面着手，努力的修持，那听久了一定能够听懂了，对不对？我们听了一次不懂，2次不懂1个礼拜不懂，1个月不懂，1年就懂了；1年不懂，2年就懂了。2年不懂的话，3年就懂不懂啊？一定会懂所以听久了一定会懂。对心理心法越修呢，我们就会越高兴自己越充实可以说晚上呢这个睡觉的时候盖着棉被都会偷笑，不像以往盖着棉被唉声叹气。各位有没有唉声叹气没有真的那么好。因为这个越修烦恼越多了那个都方向不正确。那我们呢这个研究心理心法了解说怎么样修才是正确的进入修道的轨道怎么样改毛病去不去这个都很重要了。所以修道呢都是这个挑自己的毛病，改掉自己的习性我们有佛性，有秉性，有习性。那佛性呢它是如如不动，不会变化我们领悟它在，我们不领悟它也在，我们知道它在，我们不知道它也在像那个谢谢你或者都一直讲老师把它点出来说这个深信深深的相信我们的生命可以留下累劫累世的记忆。
那个累劫就是缘会啦，经过非常多的缘会，以往已经经过非常多的缘会啊，129600年，非常多，那个累世就是6道轮回，6道轮回或者说一个缘会啊，大概就有6万年，那6万年我们假如说都是行善，就有1000次的人道的机会，生在了人道之中。各位在人道之中生了多久啊？只有今生这一生吗？都不是那个以往都已经经过千生万世，非常多了所以我们在凡尘的遭遇都有其前因后果，所以只要是我们遇到它一定有前因。然后现在遇到缘，因缘汇合，让我们呢去了这一段因缘，所以老师才讲说缘圆昧我们要圆满，有没有啊？所以在生活之中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它可以呈现我们整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只要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三心四相没有，我们当下一念就记住了十世古今，那个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那过去式也有3个过去3个过去、现在、未来现在也有过去、现在、未来，未来也有现在、过去、未来，加起来就9世，然后再现前一念就10世10世的古跟今不离当念，不离我们当下的念头，所以我们当下只要没有三心没有四相，那没有三心四相没有分别，就已经整个佛性都呈现呈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可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呢这个从真然后期望然后就造业，造了业就受苦，那受苦就怨天尤人就这样子恶性循环。然后我们现在好了就呢要了解到过去就让它过去，未来呢还到，现在不住像三心都没有了，就没有四相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那四相没有分别心，没有分别心不管是物不管是人，都是平等。那既然都是平等，就没有喜欢讨厌。那没有喜欢讨厌就没有取舍，没有取舍我们就没有行为动作。那么所有行为动作都符合真理符合真理不造业，不造业不受苦，解脱了。所以要自己解脱了不是求仙佛说我很烦恼，请帮我解除这一些苦难不是这样仙佛他不会帮你就把所有的业障消除。要消除业障是要自己自己努力自己努力才会。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有讲那个数值对那个法龙禅师讲那个业障那个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如梦幻，无三界可出菩提可求。人与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虚旷这个节失节律，没有思虑那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无缺少，以佛何殊？跟佛没有两样更无别法，已经没有再别的方法汝但任心自在给心自在莫其关照，亦莫这个诚心那个莫起贪嗔莫怀愁绪，然后呢这个荡荡无碍，没有挂碍，任意纵横就是自由自在这样任意纵横，然后行智作恶
触目一眼啊，皆是佛之妙用。然后快乐无忧，故名为佛。这个是是指啊对那个法融禅师讲，那个因为那个时期呀，是在西元呢600年左右，在六祖的诞生那个时期，蛮早了，因为在达摩祖师传给神光以后那个皇帝呀，就是在杀周道人，所以二祖就赶快要那个僧璨三祖躲到深山去，不要传道，你传道就会被杀死了，那个道脉就断了。所以那个历史之中那个三祖僧璨的事迹完全没有。然后呢四祖道信到山里面遇到三祖，然后三祖就教导把道呢传给他，然后后来又带出来，才有呢这个流传，一直传我们现在，可以说呢我们那个道有一个脉络，有道脉，有上天呢派这个祖师掌道盘来传，已经呢得道的这个众生。那在呢这个三佛收也之前只要你是程度够了，已经到达那个真理的领域那就不用这个祖师来点道来受记就不用，直接就可以回本来的那个地位。那从三佛收言以后没有知受记没有点到，那个就是邪魔外道，上天都不承认那有的前人在问说，那我在我是要生在那个没有那个上天派祖师来掌道盘的时期。我说那可以你行善把那个种子不昧留着，等到下个缘会有开天辟地，隐晦降人，那个时候那个上天派七佛来治理凡尘，要给众生住，那个时候你再来就可以不用接受祖师的那个受记，不用点到就可以回归本位。各位有这个把握吗？我们大概都没有那么大的那个能耐，所以还是在这个时期借着上天大开普度，已经呢那个一代祖师把我们玄关都已经打开，所以读破千金万点不如明师一点，我们都有讲嘛，有没有？所以你修得再好，没有明师这一点都没有办法归位上天都不承认，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求道求道打开玄关所以各位要了解那个一代祖师掌前并掌握道盘，才有那个可以那个打开众生邪关的那个那个前并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求道的时候一请坛的老师就已经到来了是老师点的各位要了解是老师点的，老师才有前并你没有掌道盘没有前并可以点开众生的玄关非常重要这一关非常重要而我们要了解我们在凡尘的名相是什么名是什么相，那个都虚幻不实在，是假的那释迦牟尼佛也讲说语言文字是起灭动摇辗转因缘生，若辗转因缘生于第一义不能显示这个意思呢就讲语言文字里面没有道，只是借着语言文字来传传那个最殊胜的方法那我们不要住在语言文字，
语言文字是工具呀，所以或许跟老天住在一起的时候啊，老天都时常在念，说我们完成博士很多，有没有很多啊？现在很容易就念可以拿到博士的学位，博士很多，可是没有一个博士成佛，他念得很通了，这个所有文字语言都念得很通达，可是就是没办法进入心法，所以成不了佛，而且得了博士以后都很骄傲，都高人一等那个观念就已经不正确，都是平等，性相平等，人与非人，连非人，就是那个天龙八部那个都不是人，他的性跟相跟我们都平等，所以一定培养自己那一种没有分别的心就是平等，人与人，事与事，人与物，人与事全部都是平等，那有平等的心我们就可以降服所有的那个不好的习性，不好的习性本来就没有，那我们落入轮回太久了，自然形成，那到现在深根蒂固要改都很不容易改，所以一定要下定决心，先明了自己的那个缺点在哪里，然后呢用心把它改掉，改掉就好了，一定可以的，所以在凡尘法无定法，一切法都无定，要我们自己努力，所以修道一定要回光返照，关照自己所作所为符不符合真理，符的话可以延续，不符合的话呢可以改过，这样呢才不枉费我们呢这个能够呢得道，能够呢修道，又能够参与办道，这个都很不容易的，我们要珍惜。那我们呢就又回来讲这个楞严经，各位一定呢要呢用一点心多用一点心自然呢那所有那个释迦牟尼佛要表达的我们都会了解。我们讲到第10页的哪边？就是以大智来讲，就是最初方便，对不对？以此呢，复有恒沙菩萨，及之十方呢，大阿罗汉，就是这一些很多一粒沙呢，一位菩萨，非常多的菩萨，以及十方的大阿罗汉。阿罗汉称大，那已经呢，就是表示他呢也是也已经进入菩萨的那个程度，只是呢他们都会这个引大向现那个小，就是隐藏呢他的那个根基很深的根基都把它隐藏，它显现的那个形象就是那个声闻以及那个辟支佛比较呢浅的那个程度。那么辟支佛等具愿呢要闻退坐默然承受圣旨都已经呢这一些辟支佛呢就是没有人教，自己这个观察万象的变化，观察万象的变化呢就知道万象是假，那万事也都是一言际会，所以万象万事都虚幻不实在。那能够知道虚幻不实在，就不会住相。那不住相以后就会回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真心佛性本体方面，能够回来那个修道就已经正确了走入修道的轨道。
那么尔时世尊呢，在大众中啊，施呢金色臂，因为那个释迦牟尼佛啊，全身呢都是圆福檀金呐，就是金色的，所以他的手臂也是金色的，摸阿难顶，就是安慰这个阿难，然后跟他讲，告示阿难，以及知大众。就是这一个法门，不只有阿难受到利益，大众呢也一样的受到利益。所有三摩提名大佛顶，手楞严王，具足万行，就是有这个三摩提，这个是佛他定的总名，叫做大佛顶手楞严王。这个呢就是大定的总名，所以这个佛才具备，这个菩萨都还没有，手楞严定那个菩萨都还不具备他是百千三昧的那个生出者，能够生出百千的三昧，能够具足万行，所有的万行六度万行呢都在里面。那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十方呢，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十方。那么十方的如来就是讲空间所有的一切都一门超出，妙庄严路都是同一门超出能够呢进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那个本位。那么如今呢谛听要呢阿难这个谛听，谛听就是抛开自己心里面的成见不能有成见这个有成见就听不来，那听呢听不来，做一定就做不来所以一定呢要谛听才能够受到利益。那么阿难呢顶礼福寿圣子阿难呢他就顶礼就接受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开示。那么佛告阿难如我同气这个佛跟阿难讲说如我同祖脉的祖先的气同气就是他们都是这个兄弟姐妹兄弟。那么情君天人，那个情跟天人以天为这个主要的，不是在凡尘交的道义之交啦。那个道义之交呢，跟那个天人是不一样那么当初发心以我法中见合圣相顿舍世间深重的恩爱这个释迦牟尼佛问阿难说：你当初发心的时候在我佛法里面看到什么样的那个圣相，殊胜的形象能够呢顿舍世间深重的恩爱那个父恩母爱能够舍掉，然后出家来修道，一定呢有很大的原因那么阿难呢他就回答我见如来32相我看到如来呢这个32相，所以呢我们了解说也是见那个相那个殊胜非常的不同所以才舍掉完成的那一些那个挂碍牵缠挂碍都舍掉，然后呢进入这个佛法就是这个剃发，然后穿袈裟，看到32相圣妙殊绝形体映彻犹如琉璃他的那个身体，那个释迦牟尼佛32相那个身体竟然可以映彻就是可以从外面看到里面看得就很详细，好像呢琉璃这个透明的看得很这个清楚。
那么常住思维啊，阿难呢，就常住思维，这一个思维心啊，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那么此相非是啊，欲爱所生。他说这个32相呢，不是呢这个欲爱所生，何以故？为什么呢？欲气啊，粗轴，那个3个路啊，就是粗了。很细很粗的粗，真粗啦，意气呢粗轴，心照啊交媾，就是男女之间做爱啊，那个叫交媾，脓血杂乱啊，不能发生呢圣境啊妙明，就是从做爱生出来啊，不能有这一种形象。不能有这么好的形象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行百善啊，就成一相，行了100善以后啊，就有一个相呈现，所以佛啊，他有32相，80种好，都是从累积啊，那个善啊产生的。此金光记啊。那个佛的那个殊胜的形象啊，是紫金光记啊，是以可养，所以阿难呢就很喜欢，从佛就能够呢把这个头发都理光了，然后穿袈裟，进入修道。那么佛就讲，说善哉阿难，他已经知道啊。他能够出家的原因呢，就是看到佛像，这个殊胜。汝等当知啊，一切众生啊，从无始来，生死啊相续啊，皆由不知呢，常住啊真心，性境呢明体，用之妄想，此想不真呢，故有人转。所以这一段呢，这个以前或许都呢，要呢所有这个听啊，听课的呢，把这一段背下来，因为它对我们持戒啊有很大的关系，说一切众生啊，从无始以来，因为我们啊佛性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啦，没有始也没有终，无始无终啦。所以它都永远常在，都在，所以我们都认识。现在呢，研究啊，就是要认识。从无始来，生死啊相续，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啊，这一直啊死，都没有了期呀，生死相续。那什么也皆由不知啊，全部呢都不知道。常住啊真心，不知道呢我们有常住啊真心，就是都不会变化，它都永远在，我们呢都不认识而已，我们有常住啊真心，然后性净啊明体，这个性啊很清净，然后呢我们佛性的本体啊又很光明，性净明体。这个呢是真，然后用之妄想，此想不真，这个是从真起妄，从我们的那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然后起心动念，然后用之妄想，我们都用妄想，我们在凡尘所用的都叫妄想，为什么？因为它变化无常。念念的生灭，凡夫见理记之为常。咱凡夫看到该动作是常。三男子之因缘相可破坏故。这个因缘汇合的它呢可以破坏。亦名无常。所谓因缘、因色、因名、因思维，生于眼识。咱的眼识得爱有
咱的目睭有形象，有光明，搁咱有心，才会当生演示出来。那么耳识生的时候手音各异，它的音呢，又不一样，归眼识因缘乃至意识，亦如是。所以眼耳鼻舌身意，整个全部都不同，都是呢这个样子。那么外知行因缘异故心明无常，所以我们呢，整个心都变化无常。所谓修无常心意修苦空无我心意，整个那个心都变化，都不一样。那么心若常者应常修无常。心假如说它都不变化的话，我们呢要常修无常，尚不得观苦空无我，况不得观呢常乐我净。所以我们了解还没有办法观到苦空以及无我，何况呢能够得观呢常乐我净，就是已经呢证悟证悟呢得到呢常乐我净是得。那常乐我净呢，我们都有了，我们都有常乐我净。常就是佛性不变之体乐你已经得到那个常了，乐就跟着跟着常就有，因为它没有相对我们一般的乐都有苦，可是我们得到是得的那个乐它没有苦，全部都是乐。所以常乐，我不是身体的我，是佛性的我，是如来，是佛净就清净所以或者都一直讲之前为什么都跟各位讲你只要听或讲课，照或者讲的去做，没有成佛，或者在陪你们修，有没有？为什么那么笃定的？就是因为或者已经体会到常乐我净那既然都常乐我净这个生变化都是小事啦，跟佛性都没有关系啦这个现象都是转眼就够了。那我们佛性它永远在，常永远在，而且落入现象像台北前都一直跟后姐讲，哎呦你身躯遐歹都发心要来跟人修都买啦，都这样跟后姐说。我说那个身体这么糟糕那个都是短暂，佛性它不会啦，佛性都是超越的，所以我已经体会到那个常住不迁，如如不动，我一定要教人也一样体会到这一种状态。佛性这么宽广，这么奥妙，一定要体会啦。你体会了以后，领悟了以后，你就脱离这个苦海，不要六道轮回了啦。那我们在六道轮回真的很苦啦，尤其年岁大了越大越苦年岁轻的还很好奇不觉得苦，等到年岁大了，哎呦不要来了所以现在假如说再一次给我们选择，重来一次，都一样的过生活拢为细汉到大汉拢甲即马共款各一届，各位现在要不要？买啦买这艰苦的买一定拢安尼啦买那个苦有的真的很苦就不要了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可以选择不要了，我要回归本位我要当佛了，当如来了。可是我想到凡尘，我又可以来，我可以发愿来来救度众生。不是说我们回归本位的无义啦，赶快一当过来而且有的又可以留业论生，就是留下一些迷惑的罪业然后又来出生来度化众生。因为我们要发愿来的那个动力不强
啊，你那留业认生，你一定爱来，就已经现象把你推来，啊，推来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度化众生，那个是比较能够实现我们那个愿愿你发愿要去实现，你了解到了说这么殊胜法一定要告诉人，不能牵令圣法，因为我们中国人拢有一个坑步啦，你看，其他拢绝对袂坑步，拢惊你无身份俩，拢对你讲，你都安那才会行，有没有？都可以体会出来所以一点都不牵令圣法，我都希望我们众生都修正成佛，都不用来了，不用来凡尘受苦了。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心若常的话呢，应呢常修无常，伤不得观呢苦空无我，况不得观呢常乐我净，没有到呢这个常乐我净我们就是都在生灭之中了。一般生灭真的会疲厌，会疲倦会厌弃的，不要都会有那一种这个心。可是你到常乐我净就没有，它不生不灭，不会变化，都如如不动。以是义故外道法中呢不能摄取常乐我净，那个外道法它就呢没有办法来摄取呢这个常乐我净。善男子，当知心法必定无常，这个心这个心的法它就变化无常了。心跟性异，心跟性不一样，名为无常。所谓声闻心性异，眼界心性异，声闻眼界呢，他们的心就不同了。声闻就是阿罗汉，眼界呢就是必知佛，然后呢知佛呢心性异，到佛呢又不一样。那么一切的外道心有三种，一则呢出家心，二则呢在家心，三则呢在家远离心。乐相应心意，苦相应心意，不苦不乐相应心意，就是乐跟我们的心相应，乐跟心不同，苦呢相应心也不同，不苦不乐相应的心也不同，贪欲相应的心也不同，嗔恚相应那个心一样，愚痴相应心也不同，一切外道心相异义，他的心相都不一样。心若常者亦复不能分别之色，所谓青黄赤白紫色。他说心是常，我像无法度分辨所有的颜色，就变成了一个颜色。心若常者意念知意念法不应忘失就是那个这个能够呢，我们有经历学过知道那应该不会呢忘失。心若常者凡所读诵呢不应增长你一直读诵呢已经长了，再读诵也是长了，不会再增长就已经呢对你的作用力的作用利他呢都没有。那么心若常者不应收言以作今作当作以作过去今作是现在，当作是未来心若常了就没有就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若有已作今作当作当知是心必定无常就是不是常心。心若常者则无厌亲非厌非亲心都常的话也没有亲没有我们现在生活这么灵敏
一点点嘛，就拢知影。心若常者啊，则不应言。我恶他恶啊，肉劳肉生。心啊拢常，就不应该说，迄物件是我的，迄是谁的，还是老，还是生。心若常者啊，虽有所作，不应增长。已经呢，不变化。三男子以是异故啊，当知心性啊，各个别异。有别异故啊，当知无常。都是啊无常变化。三男子，我今以此非色华中呢，演说无常，其意啊已显。这非色啊就是心法。心法呢，从心法里面演说无常，无常变化，那么义理啊都已经呢明显的已经出来。复当为汝啊，说色啊无常，形象，是色呢无常，本无有生，生以昧故啊，那个形象，它呢无常变化，本来呢，这个色啊它没有生，可是啊，现在有生，生出来以后呢又灭了，我们都在凡尘啊看很多的这个万物啊，它都这样，本来无的啊，你甲种伊就生出来，生出来无偌久伊个无伊啊，个死去啊啦，个拢灭去啊，内生处胎，哥罗罗时啊，这个就是怀孕的时候那个名称啊，就是我们在那个母胎里面，本无有生啊，生以变故啊。本来没有生，可是生了以后啊，它一直变化。我们也都是一样啊，生下来以后，一粒仔囝它未行未食，拢未半项，伫咧床顶啊，两只手两只脚直直踏直直摇，可是啊，它会慢慢长大，都一直啊，生以变故啊，生了以后啊，它就慢慢变化。外之牙迹啊，本意无生，生以变故啊，是故当知一切色法，悉皆无常，就是有形有相啊，一样呢，都是无常变化。因为无常啊，小孩子才会长大，我们长大以后才会老，老了以后才会死，因为都是无常变化啦，拢变尽正常的啦。拢是安尼，三人子所有内色啊，随时而变，自出生时啊亦不同，婴孩时亦啊，乃至老时啊，各个别异。囡仔的时阵，甲已经食到老啊，拢一直咧变化啦。所以那个新陈代谢，像我们那个血液啊，咱会生出来120天啦。生出来加消灭720张，所以那个捐血也没关系啦，你无捐伊嘛全无呀，你若捐伊都甲迄歹溜掉，好诶个生出来，那么所有的外色啊，亦复如是，芽意、茎意、枝意、叶意啊、花意、果意啊，拢伫咧变化。凡夫无智啊，见相是生，即为常，把它呢认为都是常态。这个变异啊，故名无常。无常即是苦啊，若苦啊，即是不见。苦啊就是不见，所以我们那个常乐我净的净啊，就是不苦，很清净。故知啊，知行无我。总一切法为色啊，非色，色非我也，何以故？可破可坏，那个色啊，可以破坏，可类可折，生长故啊，我者不可破坏，则类生长。这个我，讲如来我，它呢不可破坏，也不会生长。以是一故啊，知色非我。形象啊不是我，
灰色之法亦如是，那个心法也是这样，非我。何以故？因缘生故，它是因缘所产生的。我们的佛性呢，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它超越因缘，超越自然，所以只要是因缘所生的，当下都是空，都是没有，都会呢不见。若知外道以专念故知有我者，专念之性呢，实非我也。那个外道以为说专念，黑的就是我，那我就讲这个专念性是我。若以专念为我性者，过去之事则有妄思，有妄思故定之无我，会袂记哩，迄个记就不是我。若知外道以意想故知有我者，无意想故定之无我。外道呢就想就讲说意想那个呢就是我，因为没有意想那一定就是无我。那收见人手有六指，即便问言，我先何处共相见也？若有我者不应互问，以相问故定之无我。说看到人这个手我们的手都5个手指头，看到有6个人就问他，以前我哪里见过你呀？那我就讲若有我不应互问，不应该在一处的问，以相问故所以定知道呢没有我。善男子，是之外道无慧方便，没有智慧用方便法门不能了达常与无常，苦与乐，净与不净，我与无我，寿命非寿命，众生非众生，实非实。以佛法中取少许分，虚妄既有，常乐我净。在佛法之中呢，取一点点，然后说我有常乐我净，而实不知常乐我净，实在呢不知道常乐我净的义理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样的状态。那么以是义故我佛法中呢有真实谛非以外道，佛法之中呢有真实谛。那么闻思思利呢白佛言：昔有世尊，如来于今临波涅盘，方便转移无上法人，乃作如是分别真谛。这个闻思呢都跟释迦牟尼佛讲。那佛告闻思：如今因何故以如来生涅盘想？你现在为什么呢对如来产生这个涅盘想？善男子，如来实是常住不变，不波涅盘。还小刮胡说此断细思。善男子，若有记我是佛，我成阿耨菩提，我即是法，法是我所，我即是道，道是我所，我能说法，令他听说。我即是真，是真即是我所，我转法人，愚人不能。这个佛呢就跟闻思讲，如来终不做如是记，如来拢无安尼咧想的啦，拢无讲我就是佛，我成阿耨菩提，我就是法，法是我所，那个如来说呢都没有这一种念头。是故如来不转法人。所以各位先生，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在讲的一般要流通就讲说大转法人，对不对？那佛这边为什么说不转法人呢？
就是已经进入实际的状态了，就是你已经得到法的内容，你已经得到法的最上圣。那假如说你在转法人，那这一些最上圣的法你没有得到，这样了解吗？所以啊，这个已经不落入文字语言啦，已经进入实际状况，这样知道吗？所以佛讲我不转法人，所以佛会讲我不度众生。为什么这样讲呢？从真理的角度啦，为什么呢？众生都是佛啊，那我度众生的话，我把众生当成真的是众生啦，那我是佛，跟众生就变成对立，这样了解吗？所以说我不度众生，等于说众生呢已经是佛，我为什么要度他？一样啊，平等啊。所以啊，佛度众生是众生的增上缘，增加向上的因缘啦。佛那个本质啊没有，他讲经说法49年，讲得那么努力，到涅盘的时候啊，地主说我怎么样来处理你讲的这一些话？佛说我一个字没说。我们说我会讲遐久啦，伊个妄言，遐久啦讲一字都无讲。即马唔只有迄咱世间人讲伊无讲的49年无讲的，都留来互我讲。各位先生，你听到未啊？呐？哎呦，你嘛较知影真理耶。所以那个菩萨就问佛说：你根据什么来讲？你从成道到涅盘，一个字也没说。那佛就讲一两个法，一个是本住法，一个是自证法。本住法就是咱本身的佛性啦。你依本身的佛性它没有能说的我相啊，没有所说的法相。没有能说，没有所说，说一个字也没说了，这样知道吗？按照自证法就是讲，伊修啊所有的万法，都来集中以后归纳了以后，已经进入到也佛性，所以他没有一样，没有能说的我，没有所说的法，他没有能说。就你进入啊，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啦，你知影无？所以后日你会听了讲，迄释迦佛做19年无讲，人老的老一讲，今仔听看卖，到底在讲啥？不知道真理啊，知道了吗？我们要知道真理它是根据就是没有能守双泯灭。能所拢无啊，能所拢无讲没有能说的我，没有所说的法，没有我相，没有法相，就已经全部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咱嘛是要爱回来这个，我们也是一样啊！不要说我能说，你来听我说能说就有所说啊，之前呢，后学不是一直在讲，那个达赖喇嘛跟我们那个佛学博士在纽约对谈，有没有？我们那个博士还不知道他错在哪里，不知道他到归空都还不知道他错在哪里。因为回来台湾以后跟大导演李安，还有跟那个金庸武侠小说那个作者。在对谈在闲聊真的他都不知道他错在哪里。因为达赖喇嘛他也没讲，他只有那个样子啦。你能体会就体会，不能体会就算了。所以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就是那样啦。所以我就讲，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就在这一句话，
等到我讲完了我相，讲完了那个讲就是法相，就是已经生灭了。你念到博士呢，你还在生灭啊。你看哦，太阳妈他的第二次的讲说，问题是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我们凡人的脑袋瓜来想，还答案啦，嘛记忆啦嘛，只是要顾俩嘞，那谁袂记忆？不是哦，那是说刚才已经过去了哦，没有过去心了。刚才要问，刚才过去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了解意思吗？那个不是说记性很不好了，不是，那个是真正的真理所在，没有过去心，当下。你讲那么理论一大堆人听袂入去啦，你也讲活在当下，安尼就好了，有简单无？简单你唔教，你教一大堆，等下后下课无半项，要安怎做拢袂晓。讲伫个当下，原来我们当下具备万年，万年前、万年后，拢伫咱当下。所以要知道我们前贤还很会问，当下跟现在有什么不同？有没有？很会问啊！我说现在有过去有未来。当下没有，所以我们就了解到，那个当下就是我们那个一念不生前提线有没有？那个张轴悟道基我们全部的一念不生的话，佛性整个都呈现了，有没有？记不记得？我们六根才动被云遮，就这样了。我们很多书了，希望各拿回去看，无限量供应。对啊，都希望各位拿能够呢修正成佛。是故汝今不应说言，如来方便转于法人。那么此段呢为究竟了义不可用世俗的眼光呢来看。三男子譬如因眼、眼色、眼明、眼思维，因眼合得生眼识。所以我们眼识的产生就是要有形象，要有光明，要有思维，就是心要有眼睛要有形象，要有光明，要有我们的心这么四个眼合了，我们眼识才产生这样了解吗？四眼都会咱的眼识才产生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之前我们都鼓励那个闻书常触目有没有？观音赛耳根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佛性借着眼睛，然后对外面看万象，了了不明那个闻思就是我们的般若妙智慧。般若妙智慧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能不能够应用，就看我们当下的判断。被形象引诱咱就被这大伫变化无常的现象之中。那你假如说用闻思的般若妙智慧，你就会看到这个形象之中它有真理在。事都不离理，事情都有理在里面的。所以你看到相也都是现，你看到境所以看到现跟看到相一不一样？一不一样？我们要了解到你假如说是看到相，你就会注意伊是水歹，老少年的查甫查某，
你假如说看到线哦，只要它会动，哦，你就已经看到相，是不是容易平等？对不对？哎，就不会去管它是漂亮还是丑陋，哦，是年纪大还是年纪小，男的还是女的，都不会注意了。哦，就注意说哦，他有佛性，所以那个文思就出来。哦，就文思哦常触目，就是文思自在你的眼根。啊，你应用看到现象，你都应用文思的妙智慧。啊，这样的生活会造业吗？不会了，就不会造业。不会造业要受苦吗？不要了。懂了没？都解脱了哦。所以啊，要自己努力的哦。这个解脱呢，不是说我们跪在佛前，哎呦，我都很苦呢，帮托了，拜托了，一直啊帮我解脱了，可不可能？不可能啦哦。所以要自己呀研究真理，从因都不造哦，你因都不造啊，哪有苦受哦？啊，没有苦受啊哦，哎，就解脱了哦，就可以回到本位了。三子哦，言不念言呐，我能生色哦，生事啊。这个眼睛呢，它不会哦讲说哦，我可以生出眼视哦，色乃至思维啊哦，终不念言呐，我生眼视。哎，所以哦，这个整个我们都佛呢都把它分开啊，把里面的内容啊，它全部把它分开，言归言。然后形象归于形象，然后光明归于光明，然后我们心归于心，啊，四个合在一起呀，你的眼识才产生。啊，结果佛都把四个分开，眼睛也分开，然后啊形象也分开，然后啊光明也分开，然后啊心也分开，四个全部把它分开。分开了以后，你的眼识从哪里来？要汇合啊，合在一起啊，眼识才产生啊。可以了解意思吗？哎呀，你看你也欠一项哦，哎，这个四项内底啊，目睭啊形象光明啊，甲这个心，你也欠一项拢无法度呈现啊，咱的眼识的产生没办法产生，你要切一个啦就不行。要四个全部汇合，因缘汇合，产生的，产生了，你看我们那个怎么产生的都不管了，是产生了以后，我们才应用，我们应用了以后，哇，又不朝好的方向努力了，又都朝的那个负面的多，演示了以后啊，或者就讲，你得买去百货公司去逛，你若去逛这声的心拢去有扭的啊！这样水无买怕生，你着身躯甲拖倒去甲厝的咧困啊倒喺面前啊，搁咧想啊，迄领无买，等来怕生。什么人的关系？眼识。你看多厉害，很厉害，眼识啊，很厉害。所以啊，我们就可以既然它会引诱我们就是走路啊我们喜欢的那个内容，我们可以把它训练、改训练了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众生的受苦，爱呀呐，看到众生受苦啊，要努力来救他，会不会不一样？跟你看到很漂亮的衣服不买很可惜啊，一不一样？绝对不一样的。所以一样我们可以训练。你看到眼识眼识它怎么样？你能了了分明。说这个可以穿就好了啦。或许都讲我们看到都会用很多钱在化妆品很多钱在装扮。我讲你食到老大家拢同款，形象嘛一样你看起来大家拢一样，你分不出来。食老哎呦那拢大家同款，
食老拢变做一个样子了，都一样了。安尼就唔免化妆啊啦，就可以省掉很多钱。无你看嘛，贵年安尼甲摕来抹啊，你困搁洗掉。我讲洗敢袂使，袂使啊，迄皮肤会变啊。你看有够讨济。迄老一辈拢嘛讲，你够讨济，遐贵的物件买来抹，搁甲洗掉，好啊。我们的这个素颜最漂亮，不用化妆也是最好看。那么眼视一户不作念言我能自生，那个眼视他不会有那个念的，说我可以自己产生眼视，他也没办法产生那个想念的话也不是眼视是我们的意识第六的意识眼视没办法。善男子，如是等华因缘和合得名为见，就是因缘和合了，然后才叫做见。你有看的无？有看到什么？你看迄内底有遮济啦，爱有目睭，爱有现象，爱有光明，佮爱有心，有四项的因缘合作伙，咱才有看。所以这个见眼视，眼睛的认识就是由4个因缘。你看，拢因缘汇合才产生的啦。你因缘消失了，其中一个即马安尼光明都消失，暗无半行，看无半行，个景象也没，眼睛也闭起来，你看，都没办法呈现了，那个视就没办法呈现。如来欲尔，因6波罗蜜37菩提之法，37智菩提之法，解了之法。护因烟佛舌持成果这个言语音声为成桥如此时说法即如来这个不漏能守真无为法没有3心4相所以那个连那个怎么讲都讲。胃内底胃咽喉，然后胃喙肌、喙齿、喙唇，咱嘴语言音声，安尼讲，你看很多呢，很多因缘聚合才呈现这个现象。善男子譬如因睡因转因熟因甘潮而得生活。以前呢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有火柴打火机加的多，爱用水爱用转，爱用手直直练到草出烟才有火出来虽亦不言我能呢生活，转熟甘潮各不念言我能生活，佛亦不言我能自生。所以这个呢就在讲它的那个整个过程就是要了解到都不是单一的，很多因缘汇合，然后来产生现象。那么这一些现象的产生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它的根源你知道它的纲要。凡是因缘所生，当下即是空。安尼就掌握的重要的所在，你能了解凡因缘所生的东西本身没有性，伊本身无性敢若像咱的身躯你看父亲母亲甲咱生出来对无？咱身躯的本身无性，咱身躯的性是佛性，身躯的佛性唔是父母亲生。安尼知无？承认？
想讲是啊，我的福星嘛，哦，爸母给他生出来啊，不是哦，哦，父母只有生身体哦，没有办法生佛性哦，哦。那么如来育儿，哦，因六波罗蜜乃至啊成桥如名转法轮，哦，如来亦复啊生念言，我转法轮，哦，如来伊无讲哦，我伫咧转法轮呐。哦，伊无讲吼，我伫咧讲上乘佛法，没有啦，没有那个念头，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很重要啦，就是内心里面啦，他没有那个心在，伊无讲我就是佛，我就是要甲众生讲话，无啦，伊原众生同款平等地位啦，所以这样。没有能说的我，没有所说的法，能所双泯。咱能所双泯道法都入去，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啦。这样对吗？所以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或许就想我们最容易去了解的没有能手啊，是哪个动作？有没有能手？或许昨天晚上才去想，记得有，他真的没有能手，有没有能手？林金行，我买有没有能手？有。三男子若不生者，是则名为转正法人。是转法人呢，即名如来。假如说没有生出那个念头，都是真的啊，是要转正法人呐。那个法就是正确的，是转法轮，即名如来。立在呢不生不灭的角度啊，说实相法。所以那个小刮胡啊，就把那个整个那个现况啊，标出来，所以已经立在不生不灭的角度啊，来说实相法。三男子譬如因弱、因水、因转、因频、因绳、因人所周而得出书。那个肉乳肉了这个就讲那个牛奶五味啊，那个乳肉。乳肉了以后，我们这个台湾只有生产到乳肉，牛奶12杯大很大杯的那个牛奶炼成一片的乳肉了，然后再提炼就生酥，再提炼熟酥，再提炼就提糊了。到提糊的时候啊，我们拿来吃的话喝啊，就身体的病都消失了。所以或许看到经这么写我很高兴，赶快要去买。咱台湾讲这乳肉尔啦，只有到乳肉，佮贵无啊？那酥就要去吃饼。他没有用喝的，所以佛就讲说从乳肉啊，都要个水要钻因频因绳个人手做都会当出书啦生书熟书。那肉不念言，我能出书乃至人手亦不念言我能出书。书亦不念言我能自出。众言和合故得出书。那个是书熟书。记得往后各位前贤有到印度去的话去找一找看有没有提舞看他们那边有没有念提舞，有的话买，因为那个可以治百病，吃病都没了，比买什么药较好，就怕没有了，他们买不到。所以如来一耳终不念言我转法轮。如来他也不会说我在转法轮，
有收转法轮的话，就有我相，还有法相。三男子若不出得，是则名为转正法轮。是转法轮即是如来。假如说他呢没有个心不出呢说我在转法轮的心，这样就真的在转正法轮。三男子譬如因池、因地、因水、因佛、因风、因分、因时、因人昼夜而雅得生。有籽啦，不管遐树籽、菜籽有籽，还有土骹，还有水，还有这个迄个日头咧晒，有火，还有风，还有肥，粉，还有因时间，你若咧落雪迄个时阵迄个袂出芽啦，都爱时间拄好温暖，安尼芽伊就会孵出来。就生出来。三男子子亦不言，经济嘛为讲，我能生芽。乃至昼夜亦不念言，我能生芽。认真静坐嘛未讲我会生芽，芽亦不言我能自生。伊嘛未讲我会生。如来耳终不念言我转法轮。若不作者是则名为转正法轮。所以伊拢无迄个念头，安尼呢，才好做健康健康的转呢正法轮。是转法轮呢，即是如来。那个如来呢，在转法轮。三男子转法轮者，乃是知佛是真的境界，非知声闻眼界所知要转法轮得爱甲佛世尊迄个境界。那个阿罗汉甲辟支佛因都唔知影要安怎转唔知。三男子虚空呢，非生非出。这个虚空呢无法度生啦，嘛无法度出来。非作非造，非有为法。讲咱的佛性就是虚空同款。未生未出未做啦，伊未去做物件，不是有为法。那么如来欲耳，如来也是跟虚空一样，非生非出非作非造，非有为法。如来性佛性亦耳。那个如来性佛性也是一样。知佛是真呢，已有两种。一则是语，二呢出是语。知佛是真的讲话呢，有两种角度一个呢是讲凡尘用的，一个呢已经呢出世离开呢这个凡尘。三男子如来为之声闻眼界说于是语，谓之菩萨说出是语所以程度就有不同。三男子是之大众呢，互有两种大众也有两种。一则求小圣呢，二则求大圣。这个人就这个有巧，我们的有米几百样人就是有的他求的不高啦，有的求就很高都不一样。那个所求呢都不一样。我一昔日婆罗那一城就是入院居延。为之声闻转离法轮。我11经即是那城为之菩萨呢转大法轮。这个即是那城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要入灭的那个地方。那婆罗那呢，就是那个佛逃离皇宫以后第一个到的地方。入院跟居延。复次三男子，复有二人，中根上根，为中根人呢，以婆罗奈转离法轮；为上根人呢，人中向往，迦叶菩萨等，以今以此间即是那城转大法轮。所以有那个讲小乘法，有讲这个大乘法。
善男子，即下根者呢，如来中部啊，会转法人，所以就可以了解。假如说呢，在非洲那个地区呀，那个人民程度就是很低，那个就是即下根啊。那即下根的话，如来呢中部啊，会转法人，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边佛讲即下根呢，就是一忏提，一点善根也没有。复次善男子，求佛道者呢，复有两种，一呢中精进啊，二呢上精进。为上精进呢，转到大法人，说常乐我见；中精进呢，言无常苦空无我，就是讲呢凡尘的现象。诸佛世尊凡有所说呢，皆悉名为转华人也。无量烦恼未调伏者，能令你调伏；已调伏者，令生呢，这个善根。哇，还剩下7分钟，给呢各位提问题。好，请说。这无人有。有讲是，请问一下，那个《清净经》里面讲“光空亦空，空无所空，所空即无物，即物即湛然常体”，这种空无极境，如果你心理心法的角度，怎么去说呢？好，因为那个我们呢这个观空就是要了解那个是跟有相对了。观空，这个空啊跟有相对嘛，观空亦空，这个有跟空的空，它也空了，这样了解吗？就是已经拼除到两个相对了，观空亦空，空无所空，这个空无所空就是已经没有两边相对了，它是一个绝对的一个空，那绝对的这个空因为它还没有融入到我们整个佛性所以它没有能空所空了，没有能所，没有能空所空，那所空既无，无无亦无，这个就把那个一层一层的遣除，把它遣除掉，然后遣除掉到后来就湛然常寂，那个湛就已经进入到我们那个佛性的原始状态，那个湛然常寂，感而遂通，那个就已经进入我们佛性的本来状态所以即无所即，又没有两边对待了，所以那个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突然问这个。讲不通，因为从对待开始啦，对待开始以后去掉就已经进到绝对，绝对它有能跟守的微细能跟守的微细最重要是说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把那个空里面融进我们佛性你只要说到湛然常寂，那就有了。可是到那个空无所空那个状态它还是在还没有说佛性融入，还在那个空的状态，一直在展示那个微细的能所能空所空等到那些都遣除了以后才进入湛然湛然常寂就是佛性本体了，那已经是有了。所以这个清净经它的或许就讲说应该记得它那个开头2个字清一尘不染，一尘不染，净一念不生。你应该把那个清净这一尘不染，一念不生，把它更深入，你就可以远远一直进入到那个老子所讲的那个状态。好，再说。那刚刚有讲到六祖会那个就是慧能无计量百思想，然后对境心速起，最后去菩提这么长。那
那最后那一句是不是刚刚有讲心若常者，反手读诵，不应增长，就是也是这个意味。哦，那个六祖的意思啊，他是有一点说菩提种嘛长，意思说菩提怎么可以生长？因为菩提是觉嘛，你生长就变生灭啊，有生有灭就不是菩提呀。那个六祖的意思说种嘛长，菩提种嘛长，菩提不能长，不能生长，是这个意思。它跟这个不同。它跟这个里面讲的你住在已经住在那个状态就不变化那又不一样了不一样角度，在不一样的角度。还有吗？还有3分钟。有讲师这个问题。好。请问讲师可以在小孩睡觉时放心灵心法的 CD 给他们听吗？然后让他们中佛种。这是可以啦，可是效果不很显著啦。你一直放给他听的话他会熟悉。熟悉因为在我们都还没有空白一片白纸的时候你一直给他吸收这个最上乘佛法，那是很理想，因为他已经会吸收，但他还有办法去分辨。不过伊的佛性会给他吸来，吸来那假如说是每次又有修那更理想，很好的方式。还有，请问讲师，正见是没有起心动念，正念也是没有起心动念，请问正见和正念有何差异？好，因为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正见正念呢都是八正道里面啦。他或许就讲只要我们这个一念不生，都不要有念头，那个就属于正念，我们正确的念头啦。然后正见就是佛的正知正见啦。然后我们都没有念头的时候那就是我们佛性发挥出来正知正见所以那个正见就是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为什么当众生，就是我们的知见已经是众生知见，不是佛的知见啦所以我们要走入佛的知见所以佛的知见就在我们没有念头的时候，全部呢都这个万念都放下，一念都不生，那个时候就是正见所以跟那个正念它意思是一样，只是说那个我们一般讲正念是在讲我们都放下所有念头你讲正见是已经到佛的那个正知正见已经在佛的领域了不同的那个角度。搞完嘞。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千贤，大家好。不学三道天师的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获机会学讲。我们呢，这个过年的时候寄了很多书面资料来，有成佛之路，有永嘉大师正道歌，有新心明，有楞伽经概略，有维摩诘经，我真的看不完了。有的蛮深像那个楞伽经概略跟那个维摩诘经那个是比较深。成佛之路还有那个三宝谢谢你这都比较浅，比较白话那我们呢了解说研究就是要透彻了解我们真理都透彻了解了，然后我们修起道来就会很容易头头是道在怎么样的生活状态之下都是在道中就会生活得很理想那我们可以活在当下也都是在中道之中所以就可以直接
让我们成道成佛，一世修啊，真的可以一世成，不用累积呀，以往都是要累积到够的时候啊，我们才能够成道成佛。那现在呢，或者说时机不同，现在上天大海普渡啊，让我们可以不是从凡夫地一下子呢到达佛地，只要我们肯努力都可以到达。只要你看或学所讲的所写的这一些呢，你就会有信心可以成道，可以成佛。我们是大家互相勉励啦。因为或许就想又过一个年了，很快了。我们一生也这样很快就会过去了。所以要把握能够修的当下。我们赶快修，把自己的一些脾气毛病贪嗔痴都去掉。这个呢不困难，只要我们了解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些脾气毛病贪嗔痴很容易去掉。那假如说我们没有了解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一些脾气毛病贪嗔痴很难去掉。非常困难。那因为我们进入佛性了以后这一些都不是佛性里面的东西，所以就很容易去掉，非常容易。因为我们当下都活在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这样的那一些脾气毛病贪嗔痴自然呢就没有了。就去掉了，所以我们互相呢，大家勉励，就能够呢成道成佛，就是我们所追求、所希望的。然后我们呢就回来讲这个涅盘经，那各位本那个维摩诘经因为以前我们拿的是本文或许在旁边写那个小字的字解，那么现在这一本是全部从头到尾全部重写你看到那个风骨三相集或许就把它写说两座山在打架，就很活泼了，所以那个维摩诘经或许开头就说。学讲佛经有28年，这一本维摩诘是最难讲，因为它意境太高，就开始讲说不以三界现身意，然后不离道华而现凡夫事，这个很不好解说了，那我们先呢培养那个认识，先培养我们道学。然后我们这一本这个涅盘经讲完了以后再来讲那个维摩诘经。各位讲说有空的时候可以呢事先呢看，已经或许都解说了，都已经写下来，整本全部都解说下来，所以讲的时候我们就按照那一本来讲，这样就容易进入状况。不然或者在想假如说我们都一点也不了解那个讲解的可以说没办法你讲你的，等一下我说我的，所以就先这个我们研究一些别的这个佛学，然后我们都累积那个根都够了。然后再来研究呢维摩诘经，已经书都印过来了，各位呢可以拿回去看，很多了，我们拿过来花都来不及花，这本的我们手上大概花2本嘛一本那个成佛之路，这个大家最希望能够成佛，成佛这个怎么走成佛的道路。还有一本呢，心明，
对我们自己呀要有信心。所以啊这一本里面的那个三足生菜，因为他没有出来完成度化众生，他那个朝代二祖就交代赶快躲在深山，不然皇帝会杀修道人，所以听说你修道就抓去杀。所以那个二祖交代三祖生菜说，你赶快躲在深山，把这个道脉能够流传下来，不然全部杀光了没有人传了啦所以这个三祖都没有出来完成跟众生结缘就在深山里面。因为全部的时间都在深山，就写信心美所以他的信心美意思就很深一个字都代表很多意思。他把全身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写信心美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就是要了解说不要忽略一个字。或者讲说也把那个每一个字都解说从那个三祖所讲的我们来看，我们来修，决定成佛啦。信心信心不二，不二信心，相信自己就是佛很容易就可以成了那这个永嘉大师正道歌也是一本很大本讲说的很白话各位有拿到吗？有的没有的有了我们都有寄过来这个比较有深一点。还有那个楞伽经开类那个是释迦牟尼佛对菩萨讲的经那个楞伽经。那本来呢达摩祖师到我们中国来，只有带4本楞伽经要来中国传，说我们中国很适合，因为那个朝代大家都在修道都很努力的潜心在修道，所以他说这个用楞伽经很适合。可是到五祖的时候他就说意境太高，所以把那个楞伽经换下来，换金刚经所以往后就流传金刚经，楞伽经就没传了啦。那我们要了解像说要怎样才一个是修道人那个就在那个楞伽经各位都有印象吗？过一个年都没记了啦我要紧慢慢复习。然后这个五祖说这个太深了，尤其他讲那个忤逆罪那个忤逆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合僧恶心出佛身血，那个佛都解说不一样他说杀父杀掉无名，杀母杀掉贪爱杀父杀母，你看你把无明杀掉，把贪爱上到佛的程度了跟我们凡尘所流传的完全都不同那个就在楞伽经或许也有讲过啦，只是把它抽出来讲那2个地方都是抽出来讲。那现在呢就是把那个开类楞伽经开类全部都把它呢这个比较重要摘录下来也把它解说这样呢我们有一个认识对那一部经也有一个认识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一些呢都是要帮助我们进入修道的轨道我们修道要这个样子就能成就所以希望呢各位都有这一些呢都有了解说我们都会放在后面都鼓励大家拿那个金刚经DVD CD MP3我们都有做成整套上次或者都要的就可以拿因为数量多了，我们就放在一个地方，结果
啃来的啃来不会发生作用了，一定要拿来看拿来听才会发生作用，所以鼓励大家都拿，我们北部会在做，把那个《金刚经》的DVD、CD、MP3 整合，连书连大乘《金刚经论》全部都一起，这样研究的话有一个系统，容易了解，所以我们已经研究5年半，半年到6年了，有劲才开始第一堂课在讲，你要讲多久啊？我们都很忙嘞，还记得吗？忘了或者说要长期看战，真的看战，长期看战，一讲下来5年半，5年半。那我们回想一下，还没有听跟听了之后有没有差别？绝对有差别啦。我们还没有听、没有研究之前我们对成佛真的是希望，希望成佛。你研究了以后能不能成佛？我可以成佛，时间早晚，你看差很多，真的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没有研究不知道是什么样成佛，是哪里会成佛。那我们研究以后说原来我们透彻了解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成佛就是那个佛性本体成佛，我们已经了解它整个轮廓，而且已经进入领悟然后用在日常生活，那真的就已经摸到根了，成仙做佛。绝对可以，时间早晚，纵然没成也没关系，我们已经在性分里面种了佛的种子，一定可以成就，所以我们了解说研究对我们帮助很大，所以各位都可以看这个成佛之路，这个成佛之路它是在北部佛堂，那或许也没有准备讲这样是有一个讲师，他问他说我们求道不是已经得到性理真传吗？不是已经都可以成佛吗？就是这样或许才讲成佛之路了。我说是没错可是我们有没有做出来？我们得到性理真传，我们有没有从性理真传里面来行持？或许都讲我们921大地震，一贯道吃钱之力是最多，那个时候中视也现场实况转播，而且那个主持就是每一个单位去帮忙那个救灾的都有派代表去给那个主持人访问，一贯道也派2个点来师，那个主持就连看也不看，或许真的难过了。我说安奈安呢？你看我们给社会的一个观感，对我们根本就不存在，我们这个一贯道不存在，你看多么伤害人而且我们因为有研究烹饪班，所以煮的是最好吃的。各单位那个煮的后来灾民都不吃，就煮一贯道煮的好去吃，好吃到整个都各单位都收摊的了，就剩下一贯道再煮给大家吃，煮给灾民吃。你吃了带便当的都一直无限量供应了。那个真的都是吃钱吃力你菜拢规车载来，不管是买还是家己种的拢用去发财车规车载来，然后你煮饭一定要一直轮流啦，人不是去的你煮几顿你就挡袂掉啦
佫拢迄举啊，迄大机电视的，迄大鼎啊，叉，迄无靠有力的，我那无法哩啦。迄去煮几顿啊，你著投降啊。你看咱安尼长期供应，安尼直直互煮互食，煮到大家拢已经自立自强啊，唔免的时阵我们才收摊，都是这样的。你看那个真的，我们把那个精神啊，我们修道的精神都发挥出来，不沾名沾利，拢无默默的为灾民服务，就这样。竟然那个报道出来，我们可以看得到是这个现象，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发挥这种精神啊，是我们所希望的，不要名不要利啊，只要利益众生，这个是我们要发挥的。我们在生活之中啊，我们都做到了，只是我们在某些方面啊，给社会诟病。真的有话让他们说了，最大原因家庭没照顾好，都呢佛堂的侍奉要家里都放着，这个最让社会啊诟病。我们要了解啊这个千人老千或许都在他们大德者身边，他们从来也没有讲过把家里放着要照顾佛堂，从来也没有讲说。可是我们后来怎么会传？那个开法会的众圣亲凡啊，圣就是佛堂，凡就是家里，结果你看，都我们呢要顾的根本啊都没顾，老千都一直讲，你修天道由人道做起，人道要圆满，你人道圆满，天道就可以到达，你人道没有做好，哪能够达到天道啊？所以或许在老前人身边，老前人都一直这样讲。只要你见老前人心的话，老前人在问啊，父母亲求到了没？兄弟姐妹求到了没？你看非常重视啊。就是我们整个伦理，家庭的伦理啊，都非常重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一定要圆满，不能说哪一边重哪一边轻呐，你都全重视。家里也都我们要了解圣就是佛性啊，凡就是现象，现象都是完全是的。那我们佛性啊都是圣事，所以家人也有佛性啊，你重视他的佛性，也要把他们度成佛啊，也要他们修成佛啊，这样就圆满了，圆不圆满？很理想对不对？希望不希望做？咱拢无够啦，有想要做也无力，所以要了解到了，我们只要把家人都照顾好了，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家人都在背后支持你，支持你修道，支持你办道，那办起来呢，我们就非常有力，所以我们就追求圆满。我们讲到哪边的？第几页？44我们才讲到44哇，还这么多嘞！没关系，我们只要呢就是了解真理。44页的哪一边？善男子，譬如圣王这边啦。哇，都44页开头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或许看跟谁讲的？跟这个文殊师利这个讲。说善男子，譬如圣王，所有的人宝，则能消灭一切的阴贼。所以这个圣王的人宝人宝就是他的兵将，他所带领的兵将，可以消灭一切的怨绝，
如来演法，如来演说呢这个佛法，亦复如是，也是这个样子，能令一切知烦恼贼，悉其见，所以如来也说佛法，可以让所有的烦恼贼都让它来归于极尽。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烦恼贼非常厉害，一来了以后就偷我们的家宝，都被这个烦恼劫偷了。善男子，是故汝今不应赞言，如来以此更转法轮。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呢，是跟这个文殊菩萨讲，说呢，现在不用称赞如来在这个地方呢，在大转法轮，所以我们了解说，不瞻礼名不重视这个名，得到这个好的名称佛他都要实质的利益众生，实质的让众生的烦恼贼都消失，没有烦恼了。所以如来在演说法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说呢，那个烦恼即是菩提，那个烦恼贼都不见了啦。说我们只要能够认识，能够转个念，因为烦恼是我们的佛性所生花，那我们都进入烦恼的内容。那我们了解，只要我们进入烦恼的内容，我们就烦恼，我们就制造很多的恶法。那假如说我们反过来，我们转个念，说烦恼是从哪里来？是从我们的佛性本体生发，佛性本体生发出来，我们烦恼。那我们反过来看这个佛性本体生发的这个地方，我们就已经呢能够掌握，相信。我们自己本身呢，就是如来，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佛，这个时候不会进入烦恼的内容，烦恼内容我们不进入，我们没有行为动作，所以就已经呢回到我们生不灭的本体，就已经是佛了。所以烦恼即是菩提。各位了解了吗？差很多烦恼是烦恼后让我们俩拱，可是菩提让我们清凉，一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千万不要进入烦恼的内容，你一定要反过来看烦恼是哪里生发出来，就会看到我们的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才有力量生发烦恼，不是佛性本体没有办法。既然是我们的佛性本体生发烦恼来让我们烦恼，咱有够巧无有无？咱拢真巧，大家拢足巧的，咱众生拢跳过头的啦。只要我们肯反过来看我们的烦恼哪里生发，从哪里出来这样呢，我们就会了解原来是佛性本体。那我们已经知道了佛性本体，我们就把烦恼贼已经都让它极尽了，有没有？都不回应所以这边如来演法，就是如来演说佛法，亦复如是，也是这个样子，能够让一切的烦恼贼全部都这个极尽，有没有极尽了？
哦，所以这个从我们内心降伏啦，哦，降伏的烦恼贼。所以释迦牟尼佛跟文殊菩萨讲说呢，你今不用来称赞如来的大转法轮，他本来就已经在教化众生了，今个互你安尼一个称赞那如来拢伫咧注重那个名声所以佛呢说注重实际的重要。实际的对众生有帮助那个重要那个名倒是不用了文殊师利呢白佛也世尊，我以此意非为不知所以问者为欲利益之众生故所以文殊呢就跟释迦牟尼佛讲说世尊，我以此意我对于这个道理非为不知不是说不知影啦不是说不知道，而且是已经完全知道所以问者为什么在问呢？为益利益诸众生，就是为了要利益这个诸众生故世尊，我久已知转法轮者实是知佛如来境所以文殊菩萨说我久已经知道这个大转法轮能够利益众生的，一定是知佛如来的境界知佛如来才有办法大转法轮利益众生非是声闻缘觉所及这一种转法的呢，不是那个阿罗汉跟辟支佛他能够到达的一定就是呢这个知佛他呢所能够做的阿罗汉呢跟辟支佛不能知佛如来才能够做。尔时世尊呢这个告迦叶，善男子，是名菩萨呢住于大圣大般涅盘经所行圣行就是菩萨住在了大圣大般涅盘经所行的圣行。那么迦叶呢就要问佛迦叶白佛言，复以何意名为圣行是以什么样的义理名称呢叫做圣行那佛就回答，善男子，圣名之佛世尊，以是义故名为圣行你要称为圣那个名就是知佛世尊，世界所珍贵的已经到佛了，到世界所珍贵的那种程度状态才有那个这个可以称呼名为圣贤所以不是呢这个简单可以称为的。世尊，若是知佛之所行者则非声闻缘觉菩萨所能修行所以迦叶呢又问呢这个佛，假如说呢是知佛他所做的所行的，那就不是那个阿罗汉跟辟支佛以及菩萨所能修行就是已经呢太高的这个阿罗汉声闻缘觉辟支佛以及菩萨实地所能够修行。那佛呢又讲，善男子，是知世尊呢安住于此大般涅盘，而作如是分别开示，演说其意以是义故名曰圣行。声闻缘觉及之菩萨如是闻已则能奉行故名圣行所以佛又呢这个详细解说是知世尊世界所珍贵的世界呢所敬仰的，安住于此大般涅盘，已经呢在不生不灭的是一种内容义理里面，而作如是的分别开示
就把里面所要去进行的加以呢分别开示，然后演说其义把那个义理演说出来。那么以是义故，这样的话里面要怎么做呢？你去做的名称呢叫做圣贤，就已经呢是圣人之贤。那么声闻缘觉以及知菩萨听到了以后，如是闻已，则能奉行，就可以去做。不是像那个迦叶所问的说声闻缘觉菩萨呢没办法去修行，不是那样。已经呢演说其义了以后那个名称虽然称为圣贤，可是声闻缘觉菩萨呢都可以做，可以奉行所以故名圣贤。三男子是菩萨得是贤矣则得住矣无所谓地所以我们就了解说，菩萨按照这样大般涅盘这一种状态这一种内容内涵，然后去做就可以住在无所谓地我们要了解这个无所谓就是非常的难得都无所谓地，则不复畏贪恚愚痴生老病死就呢不复畏不怕呢贪嗔痴以及生老病死，全部都不怕，都不畏所以来凡尘度化众生呢就很自然而然不会怕呢凡尘的生老病死，也不会怕呢贪嗔痴，亦复不会恶到地狱畜生恶鬼，也不会怕呢那个三恶道以及加一个恶道这个都不会不怕不会害怕。所以我们看这个内容我们这个在凡尘每一个都怕这个无畏呢，我们所有都畏没有无畏啦贪嗔痴畏，生老病死畏三恶道畏，恶道畏全部都畏惧啦。各位畏不畏惧？畏不畏惧？不畏那么厉害都畏惧不要说别的了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无形的来附身，你怕不怕？被他缠绕着你真的是吃完兜着走，对不对？畏不畏？真的很畏惧。所以我们到不畏地不畏惧的地步那个是要多大的能耐你有功夫了，当然你不畏是不是这样？我们都还没有功夫的话，畏惧怕，不要来，我跟你没有瓜葛，你不要来找我，是不是这样？我们怕所以要了解到那要怎么样可以不畏，就是呢能够在大般涅盘那种内容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呢就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不生不灭我们已经在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之中，还怕什么怕不怕？没有可怕的啦，对不对？所有的一切都是凡尘的生花。那凡尘所有一切都是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生花。那既然都是自己生花，自己要不要怕？要不要？要不要？没烂所以我们了解当我们已经进入我们那个大般涅盘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这个时候所有的一切它都要降伏在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之下，没有在之上的啦因为它就已经是一个绝对体
就不会呢再呢被延伸出来的这个牵连然后陷害，因为那一些都没有那一种功力啦。大般涅盘是已经最高了，你没有办法再超越它，所以它都不会来危害到已经安住在大般涅盘的这个我们修持者身上，都已经在不生不灭的我们的佛性本体之中就不会害怕所以这个不畏地。那在菩萨来讲的话，就已经不动地，就是第8不动，不会退转啦他不会说有一些挫折障碍就退转了不会所以这个圣行就是能够住无所畏地就不怕一切了。萨兰子恶有2种一者阿修罗，二者人中这个恶不好的有2种。这个阿修罗他就是好战斗他要这个争取那个地位跟那个第4就是33天的中央第4天四体还因要争那个位置啦那个阿修罗所以佛把它列为恶。那么恶者人中人里面也有恶那么人中有3种恶一者一忏体，一忏体就是没有善根啦。那没有善根的人他已经佛都称为恶，无可救药了。就像那个台北捷运那个杀人56秒竟然杀死4个人，22个受伤，只有56秒跟他都没有那个结怨杀的人都是陌生人你无缘无故去杀陌生人，你这个什么心所以我们就了解那个就一忏体啦，一点善根都没有。所以今天报纸登出来判4个死刑，然后还有几十年的那个牢狱之灾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天地不容这个恶人中之恶一忏体一点善根也没有。二者毁谤荒等经典，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荒等就是大圣大圣经典你毁谤那个罪过很大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不了解的话不要这个毁谤不要说话那么3者犯4重禁这个各位姐姐4重禁还记得吗？舍正法，舍菩提心然后牵念圣法跟害众生，好像都忘得光光的有没有这个或许之前也有一阵子因为记得内容太多了竟然也想不到那个内容出来。那或许这一次要来讲之前也没有复习也没有看，直接来就讲了。可是我看到4重禁我还能讲得出来所以我们了解到说舍正法，你正法把它舍掉了然后舍菩提心菩提心你也把它舍掉了，然后牵念圣法都是法很好你都不告诉人，那个叫牵念圣法然后危害众生就是想办法去害这个众生，所以这个叫4重禁你有犯了这个罪过你就拼除在佛门之外，就是你没有成佛的机会了。
所以修道者跟他讲说你没有成我的职业，他会怎么样？我想要修我的目标就是底下，竟然我都没有办法成我，那我这一生还要活着干嘛？就是那个样子。所以这个人中有3种恶，一忏提，毁谤方等经典，然后3责犯4种戒，这个呢都是是最严重的。三人子自是地中呢，知菩萨等终不畏堕。这个自在这个地已经呢进入菩萨呢就是地。好，各位还记得吗？菩萨有10地欢喜地，然后呢离垢地，过来呢华光地，然后宴会地、南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然后散会地跟法云地，菩萨呢10地。那我们了解我们一般就是阿罗汉、辟支佛，跟菩萨跟佛还有一个10地可能我们比较少听那个第一个叫前会地，有听过吗？第二个叫现地，第3个叫八人地，第4个呢叫见地，第5个叫佛地，第6个叫离欲地，第7个叫已半地，第8个呢辟支佛地，第9个呢菩萨地，第10个佛地，有听过吗？没有这个是统称就是不管是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跟佛，全部都称所以统称10地刚才那个是菩萨的10地那因为佛也有啦，可是因为佛我们都还没有成就，都不要去知道才不会呢混淆所以我们了解说自是地中自在这一种状态之下知菩萨等呢终不畏堕这个菩萨呢他不畏惧堕入那个三恶道。那么如是恶中呢亦复不畏这一些恶的里面他也不怕沙门、婆罗门、外道、邪见、天魔、波形亦复不畏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呢全部呢都不畏不怕外道、邪见、天魔、波形这个都很厉害的他都不怕。那么受25有故有此地言无所谓，所以他又受25有。25有就是3界就是3有欲界、色界、无色界，各位都还记得吗？25有还记得吗？因为以前我们就想说平常我们很少去研究这个25有，然后也就详细说欲界有14个有，色界有7个有，无色界有4个有，加起来25。说比较详细的25有，说简单的叫3有。那个有就是有因有果，叫有。那我们欲界有6欲天6个，然后又有4大部洲加起来就已经10个，然后4恶趣他把阿修罗也列入恶趣就是出生道、地狱道、恶鬼道跟阿修罗道，加起来是4个了。然后呢色界它有7个这个初禅大梵天、2禅、3禅、4禅五净居天跟呢无想天7个然后呢无色界呢有4个
空无边处天，事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想处天，有4个，加起来25。因为佛学一直讲的话，我们听都会听熟了。众人不知道也知道这个里面的内容，没办法背出来没关系。我们知道呢，这个有25有。那么菩萨智啊，无畏地啊，得25三昧，三昧叫做正定，正定啊叫做三昧，然后坏啊25有，就是破坏啊25有，那个有因有果啊，都把它破坏，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在凡尘啊，就是说有因有果，在25有里面。善男子得无垢三昧，已经到无垢，没有肮脏的正定，三昧都是正定，已经得到无垢正定，能坏地狱有，就是破坏那个地狱有，得无罪三昧，能坏四生有，就可以破坏畜生的有，有因有果，怎么会去当畜生呢？各位知道吗？知不知道？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我们在凡尘有的拢讲这个偷欠拢不爱害，那天地他很正义你不爱害好啦，你出世做精神来害，你有害无？一定爱害啦。所以各位浅显，我们不要去讲设计想要爱人的钱，爱了解天网恢恢施而不漏，一定有因果报应所以你讲偷爱害，你讲欠不爱害，爱害拢爱害，所以出世做精生啦，所以你看现在过后禽流感有没有？一杀的话几十万只对不对？要来害无害去用胎死，还过来出世未？还要，因为没有还，还要再还，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天地间真的就是那个排的非常你在凡尘接受的法律是另外一个角度，然后天地之间自然又有你已经过往人无去以后有这个罪业爱还都一定要还的啦。所以我们要清清白白再完成就好像那个石灰户各位还记得吗？石灰户没记我们没有时常讲的话就不容易记深水百念出深山，烈火焚烧肉等闲，有没有？记不记得？不记得讲两句还剩两句。浑身碎骨全不洗，留得清白在人间。石灰户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千锤百炼出深山，这个有一点在也是我们修道了。深山是哪里？深山是哪里？无猜咱拢求道讲唔知喺伫倒位啦，伫玄关啦，知无？要不要千锤百炼？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肉等闲，火伫咧烧，伫咧烧拢无要紧，
浑身碎骨啊，全不洗，留得清白在人间。你看有好无？咱拢袂堪的啦，小可练的爱叫啊。所以啊，我们了解说，以往他怎么能够写这个这个歌词下来，就是他有那个经历，有那个经过，他就可以啊把这个写下来，然后给我们后面的人效法。我们后面的人，你只要说有这个精神啊，遇到事情的时候啊，会不会哀叫？会不会？有那一种千锤百炼啊，出深山从玄关出来，烈火焚烧，咱即马刚好遐严重，刚好用烈火来给咱焚烧，咱嘛无，对不对？他浑身碎骨啊，全不洗，咱这句啊，那一个扛啊囝哀叫啊，有没有？我们身体啊受一点病痛有一点点外伤啊，就已经不得了了，哪会说这个浑身碎骨又全不洗，就没有那个情操了，留得清白啊在人间。你看留下来再怎么讲它都清白，有没有？实惠啦，咱必爱咧擦的黑啦。所以这个无退啊，三昧，能化畜生有。那么得心乐三昧啊，能坏恶鬼有，把恶鬼啊那个有呢破坏。得欢喜三昧啊，能坏阿修罗有，欢喜三昧。我们了解啊，就是很难得的得日光三昧啊，能断呢福波体，福波体啊，就是我们四大部洲的东胜神州，福波体。然后夜光三昧啊，即耶尼，犀牛贺州啊，得夜光三昧就可以断呢即耶尼油。得热夜三昧啊，能断玉丹月油，玉丹月呢就是北俱泸州，北俱泸州呢都是很善良，所以人民的平均寿命啊有1000岁，那么得如幻三昧啊，能断阎浮提有。各位浅显，阎浮提是哪里啊？就是南赡部洲啦。南赡部洲是哪里呀？就是我们红尘啊，咱咧住的所在啦。咱咧住的所在上夭寿，不满牌啊，无100岁。东胜神州要500岁啊，然后犀牛贺州要250。那个玉丹咧要个1000，咱这干那100个无满呢，所以我们是寿命最短。那么得一切法不动三昧啊，能断4天除有，这个4天王天啊，就是我们欲界的最低的天，4天王天。那么得南普三昧啊，能断33天有，33天就是忉利天，就是欲界的第2天，忉利天，东西南北啊，各8天，中间一个第4天，加起来33天，忉利天。那得月意三昧啊，能断呢夜摩天有，这个夜摩天就是依空而住啊。得青色三昧啊，能断呢能断多帅天，就是我们老祖师这个以前还没长天盘的时候啊，
管理的多率天。那么得黄色三昧啊，能断化乐天有这个乐变化天啊，欲界的第5天。得次界三昧啊，次色三昧能断呢他化自在天有就是我们欲界的最高的第6天，也就摩西所罗天摩西所罗也住在这个地方。那么得白色三昧呢，能断痴缠有痴缠得种种的三昧啊，能断呢大幻网有这个大幻天。得双三昧呢能断呢二缠有得雷音三昧啊能断三缠有得数以三昧呢能断四缠有得如虚空三昧啊能断无想有这个无想天。得照见三昧啊能断呢这个五净居里面的阿那含有这个五净居天得无碍三昧能断空处有，这个已经是无色界已经无色界呢那个空得常三昧啊能断四处有就是这个四无边。得乐三昧能断呢不用处有这无所有得我三昧能断非想处有就是25有。三男子菩萨得25三昧断25有所以都是从正定来断我们正定呢从佛性发挥的话，就可以断掉凡尘的所有因果。那么如是呢25三昧名知三昧王就是正定之王。三男子菩萨入如是等知三昧王，若欲推坏须弥山王，随意即能我们要把那个须弥山呢把它摧坏这样呢随意随我们的意念就可以把它摧坏这个须弥山呢就是很高的山。那么欲知3000大千世界所有众生心之所念，一悉能知所以我们了解说3000大千世界所有众生他心的所念我们都知道。我们不要说3000大千世界啦，我们光一个我们都不知道各位知道吗？各位知道别人的心吗？所以你看这个全部别人的心都能够知道比那个他心通还要厉害。那么欲以3000大千世界所有众生，内于己身一毛孔中随即能，要把3000大千世界所有的众生，然后把它收到我们自己一毛孔之中随意即能，不厉害不？有点像卡通的呢把所有众生都收到一毛孔一毛孔可以收受所有3000大千世界众生所以我们了解到那个都已经在性分之中了我们性是无量无边你无量无边比众生多得不得了，对不对？众生还没有那么多无量无边更多更大那无量无边都是我们的佛身都是法身，各位了解吗？我们的法身无量无边拢甲修的伫咱的这个毛孔内底，安尼知无？现象无法度啦，佛性内底就有啦，这样知道吗？就在佛性里面我们都把它收在一毛孔意令众生无破则想
我们收到毛孔里面又让那在毛孔里面的众生啊，不会很破折的是讲足会啦，哎呦，那会住伫遮那才会安尼拢定定拢刻拢无法度翻身知道意思吗？若欲化作无量众生虚令充满3000大千世界中者，亦能随意我们呢要化作变化，然后做无量的众生千百亿化身了虚令充满3000大千世界中，亦能随意厉不厉害？我们都会想说，超出我们的那个想象之中了，已经超出太多了。你讲我这济所以我们往后看维摩诘经也不是这个，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要先让我们知道有这个状态。那么一分一身以为多身复合多身以为一身你看我们用一身来分为多身把很多的身呢把它合成一身虽作如是心无所着，犹如莲花虽然我们这样呢可以到达可以做，可是我们心呢都没有着不住在形象，好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我们呢出所有现象，可是都不染现象不住在现象。菩萨得入如是三昧王语就是已经进入这一种正定正定之王，即得住于自在之地可以呢住在自由自在之地，得自在力，随欲生处即得往生要到哪里去出生你就可以去了各位姐姐，我们现在可以吗？可不可以？好像不行这个随意要生在哪里都马上就可以去了看看你喜欢生在哪里。各位先生，梦想之中希望生在哪一个国度？美国、日本、中国大陆、贵州这个随意即得往生看你要去倒一个拢会当去若见地狱一切众生有可化令住善根者，菩萨呢即往而生其中我们都想要享福的地方，结果那个菩萨呢，他见地狱的众生那么可怜有可化令住在善根的菩萨呢即往而生其中，结果升到地狱去了啦，跟我们想象都不同。各位往后有功夫的，愿不愿意到地狱去？没人答应了。你现在承诺了你现在承诺了，往后你有功夫了你成佛了，你就要去你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你就要去度地狱的众生所以不要随便承诺。菩萨呢虽生非本业果虽然生在地狱不是他的本业结的果报要去地狱这个住自在地利因缘故而生其中，所以他呢住在自由地利的因缘然后是在地狱，虽在地狱不受自然
畜生等苦。虽然在地狱啊，可是呢他不接受那一种那个很热烧烧热铁那一种环境畜生那个苦啊都没有。三男子菩萨所可成就啊，如是功德无量无边，百千万亿啊尚不可说，何况知佛所有功德，何当可说？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菩萨的功德就已经无量无边了。那佛的功德啊，更多了，更不可这个讲。那么尔时众中呢，有一菩萨，名字呢叫无垢藏王，有大威德，成就神通，得大种持，三昧具足，得无所谓，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长跪合掌，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诸佛菩萨所可成就功德，智慧无量无边，百千万亿实不可说。我亦犹未故不如是大圣经典。所以这一个无垢藏王，他说这一些功德无量无边，还不如大圣经典。所以各位就要了解大圣经典的功德比那个还更多了。在北部或许教授已经讲不出声来了，可以找浅显起来拜托讲一讲。我们在这边我们才会拜托相公。何以故？因是大圣方等经力故，能出生知佛世真阿耨菩提。所以他的意思说大圣经典的功德比那个菩萨，比那个知佛那个功德还要来得大，来得多。因为可以这个出生知佛世真阿耨菩提。那么时佛赞言这个时候呢，佛就称赞：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所说是知大圣方等经典，虽复成就无量功德，亦比是经不得为喻。所以佛又呢这个涅盘经说那一些呢方等经典、大圣经典虽然也可以无量功德，可是要比这个涅盘经不得为喻就没办法做比喻百倍千倍百千万亿倍，乃至算是比喻所不能及。所以这个涅盘经的功德非常的大，非常多。善男子，譬如穷从牛出乳，从乳出肉，从肉出生酥，从生酥出醍醐，熟酥，从熟酥出醍醐，醍醐最上。肉有福者众病皆除，所有之病所有之药悉入其中。所以或许这个年的时候有一个前贤宝光见德的前贤打电话给后学，他说他托人在泰国买醍醐，买12瓶要送2瓶给后学，叫后学到台中去拿。我说随缘
让我老去再提。到时候啊，试试看，是不是真的体悟哦？因为他要提炼啊，我们那个大杯哈，那个杯子里这个大杯的哈，12杯牛奶提炼1片的卤肉了。以这个比例来算，那个提壶啊，那个牛奶唔知几桶，唔知几桶才好多提炼吼做提壶啦。食了百病拢消，我讲真下，我百病拢全身都是，很适合吃。不过啊，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提壶。那时候他有吃伊讲煮绿豆，滚绿豆汤掺喺绿豆顶头，食到甜甜。所以啊，这边就有讲那个提壶啊，若有壶者啊，众病啊皆除。所有的滋药吸入其中。我想那个提炼啊，以那一种比例来算啊，那个牛奶要非常多啊，才可以提炼那个1杯的那个提壶。三男子，佛亦如是啊。从佛出生12部经，就是佛啊讲经说法，我们把那个讲经说法分成12个种类啊，就是因缘比喻啊，方广受记、本事本生、常行重诵、孤起、未曾有、无问自说跟论义，12部，就是12个分类分成种类。我们要研究比较容易。那么从12部经啊，出修多罗，就是契经，契合我们众生来修的经。从修多罗呢出方等经，大方平等啊，大圣经的通称。从方等经呢出般若波罗蜜，就是妙智慧到彼岸。所以我们了解说般若。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所具备的那个般若妙智慧。从般若呢波罗蜜吃大涅盘犹如提壶啊。那么言提壶者比喻就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来。三男子，以是义故说言如来所有功德无量无边不可称计。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佛性累积的那个功德无量无边。那么迦叶呢白佛言如佛所赞大涅盘经犹如提壶最上最妙若有能服众病悉除，一切之药吸入其中。我闻是已切勿思念。若有不能听受是经，当知是人呢为大愚痴，无有善心。假如说袂当听涅盘经就是大愚痴。世尊，我于今者实能堪忍，剥皮为纸，刺血为墨，以水为水。折骨为笔，失血如是呢。大涅盘经，施以读诵，令其通利，然后为人广说其意。这光看我们就9回拢牙耶，有没有？你看这个剥皮为纸。把咱的皮肤当成纸啦，刺血为墨，以骨髓为水，然后折骨为笔把咱的骨做笔，然后师解如是大涅盘经施以读诵，令其通利，然后为人广说其意
哦，这个不要说实际去做了，你光说就已经不得了了。哦，有那个心呐、哦，这个所有魔鬼都降服了。魔鬼听到你这样说，哦，不敢去找你扰乱了。哦，世尊若有众生安着财物，我当施财。然后以是大涅盘经劝之令读。伊贪财，我就布施财予伊，然后叫伊读。若珍贵者以先爱语，而随其意后当见当以是大圣大涅盘经劝之令读。就是想尽办法让人来看大涅盘经。若还俗者这个还俗者就是平民百姓平民百姓就还俗啦。当以威势必之令读这平民百姓爱用迄个管威势用逼的啦。各位天贤，我们像这个状态之下被人一逼要不要看？要不要？咱拢学讲卖淫啦。若骄慢者我当为其而作普使。迄骄慢的伊要去做伊的奴才糟干随顺其意令其欢喜，然后当以大般涅盘而教导之。若有毁谤大圣经者，当以势力摧之令服。既摧服矣，然后见令读大涅盘。若有爱乐大圣经者，我恭当往恭敬供养，尊重赞叹。所以就想尽办法推广涅盘经。尔时佛赞迦摄，善哉善哉，汝甚爱乐大圣经典贪大圣大圣经受大圣经，为大圣经，信敬尊重供养大圣。善男子，汝今以此善心的因缘当得超越无量无边恒河沙等四大菩萨在前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这样啦。比那个大菩萨还要早成佛。如亦不久复当如我广为大众演说如是大般涅盘。如来佛性知佛所说秘密之常。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如来佛性知佛所说就是秘密之常。所以我们研究性理心法，都把这个佛的秘密都广为宣传啦。还有人无爱咧，虽然我们广为宣传佛的秘密之常，可是我们有的不爱惜听到嘛无爱，要安怎？我们要随缘，对不对？随缘啦，或者就讲，假如说从出生到刚出来，你个头扭的来研究伊都无爱啦，你个安那个逼伊都无爱啦，不可能的。所以要种善根，只有3句话：你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事，安尼尔啦。咱就免事若有成，乐其事事若无成，志不缓。我们要度化众生的志向跟平凡都不同。善男子，过去之事佛入未知，我以尔时
做婆罗门，修菩萨行，悉能通达一切外道啊，所有经论，修一昧行，具足威仪，其心啊清净，不为外来啊能生欲想之所破坏。昧啊称慧佛，受持常乐我净之法，周遍求守大圣经典，乃至不闻啊方等名字。所以我们就看佛就讲他要呢找这个心法，找这个修持的方法，怎么找啊？周遍求守都找不到了。所以我们现在送到你的面前，你都不接受，差的太多了。那个佛那个时候啊，还没有成佛之前啊，他一直修，都一直找，都找不到，没有那个方等名字啊。我以尔时啊，至于雪山，其山清净啊，流泉一池，士林药木啊，充满其地，次次时间有清流水，多枝香花，周遍岩寺啊，众鸟禽兽，不可称计，甘果之繁，种别难计啊，富有无量啊，藕根、干根、青木香根，我以时啊，独处其中，为时之国，时以细心啊，思维坐禅，经无量岁，亦不闻有如来出世啊，大圣经名。各位就被了解，要听到那个如来出世啊，讲经说法没有，遇不到了，听不到，找不到。我们现在真的太幸福了，幸不幸福啊？人在福中要惜福啊，所以一定要努力修持，真的很不容易啦。是一种如来秘藏、秘密的宝贝啦。或者都讲，你只要隔半年，你都不复习不听，全部你脑袋瓜空空了。跟你说以前有研究心理心法，哪有？有啦，我跟你去的啊，怎么会没有？没有。我们已经遇到蛮多，因为或者就讲学说佛经有28年，各位要想想看，28年啦，要找一个讲有法度来代替我讲找无啦。找到以前很热心的很努力的找来，脑袋瓜空空了。按你所听的呢，那有无听无啊，那有真是该讲要该指甲全阿妈滚筋大细条啦，讲到现有啊，都无啊，一点印象都无。所以或许吓到，为什么？上天的秘宝你不要，全部都要回去了啦，真的都没有。所以或许就讲，你一定要日常生活做你也啦，上天要不回去。你若无做，阁无听，无了了真的或许不是恐吓你拢甲我恐吓。说真话啦，不是恐吓，是真的。要好的就是比较那个时候很熟，都一直拥护或者讲，那跟他讲说你来代替我讲，我无啊，哪有？伊无研究心理学，怎么会差这么多？有啦，你都有无？然后连在斗南讲那个时候要向他借那个时候没有 CD， 只有卡带，要向他借，无。我有啦，你都现有录啊，无。到后来真的投降了，找不到了。你一段
你没有做一段时间没有听，无，唔是咧讲假啦，真是无。所以或是来讲啊，我说哦，我若咧无声要请一个来代替我讲哦，哎呦唔通啦，安那？讲袂出来。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心理心法哈，你一定要听要做，实际的领悟，实际的哈你亲证，啊这样就对的啊，你当然会晓讲啊，啊你讲出来是你家己做的啊，都袂唔对嘛，然后啊你那个信心，你的佛性的正定，你佛性的般若。你看我国民小学无毕业证书呢。你看我呢头一天来讲课，我就讲你若有问题提出来，我尽量的回答，有没有？真的是我吗？所以要了解到那个已经当各位在问问题的时候啊，我都把我这个流欢春配开了啦。拢全部拢是生不灭佛性本体，然后我从佛性本体发挥般若妙智慧，回答你的问题，不是我啦，真不是我，不然你从六祖坛经、道德经、楞严经，你把它收集所有课后问答，你听听看，哪一个有办法你学的时候学到这个状态？都很超越的啦，有没有？各位有的可能没有说跟到从六祖坛经、道德经、楞严经一直跟下来，没有那么久的时间啦。可是你把它这个全部都收集来听。我们以前寄过来啦，就写英文啦，什么 A 研 Q 大家看到讲这个是什么？规堆拢唔摕啦，阮尾也拢搬等去台北，大家爱啊，随摕了了，是问答，咱伫想讲 Q&A 是咧讲啥？一大堆无人要爱，我们又慢慢的整个搬回去呀，搬回到台北，到台北马上花光光，无啊。然后现在台中有前贤说要再做，他要把六祖坛经、道德经、楞严经整个课后问答全部都集合。我说不用了，一个一个六祖坛经就六祖坛经，道德经就道德经，你全部集合太多了啦。我们人的习惯性啊，看到这多，你若摕到这本这老本各位先生，你摕等一定跟拄咧，束之高阁啦，会看咧，迄恶看。恶看就比不爱看，你假如说像这样这好啦，这2张啊尔，这我来蒙看，这个叫做我们人的习惯性你若安尼这济哎呦买咧，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除非你真的已经深入了，你深入了以后你就会静下心来。好，我来看看里面说什么。以那种心你就会有所得，真的你会进入。已经心放空了，进入了。那我们平常在社会生活的时候很少有这一种状态要讲能够放空心来看大概都难不难？心肝在想啦，后面不会那么难很容易的。真的拿回去了以后买了就没时间，往后时间再看。所以我们了解说，
一个要让我们能够实现实行，一定要简单扼要，很容易就接受，很容易就做，很容易就有成效。成效一出现了以后，你自然就有动力了。动力来做就容易。最怕我们整个动力又消失，无力。无力什么做为行？都要有力。要有力都要先了解。所以我们研究的是先让我们明理，理路清晰了，然后怎么做了解，然后什么样的成效做出来会有什么成果，也都出来了。我们呢做的就越做越高兴。当我们越做越高兴我们就自己会追求。不是靠人拉啦，那个自己都会追求，这个是重要。所以我们这个了解这个佛也都是苦口婆心一直要我们众生也都成佛。善男子，我修如是苦难行时四体还因等知天人心大精怪即供即会，各个相位而收记也。那么各公相指示清净雪山中极净离欲足，功德庄严往，以离贪慢嗔慢永断知一痴，口吃未成收初二等语言尔时众中有一天子名曰欢喜复收记也。如是离欲人，清净勤精进，将不求地势即以知天也。那个地势就是33天的中间那一个天王天地就四体还因所以那个我们了解阿修罗道，他就是要争这一个地位要去做这个天地天王。那么世有大王，为众生故不贪己身，为利益之众生故而修种种无量苦恨